带其实也蛮重要的。这张地图，你说带飞轮的话，不太能够牵制使徒，对吧？可能还是要去围绕着密局版，其实像双11啊、大船这种高低差去找教授或者说抓木偶了。但其实从化险为夷的角度来看啊，木偶是携带化险为夷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。当然，看一下开局的追击选择，果然还是抓这个更有可能携带化险为夷的木偶师。 第一只猫是已经咬到了，哎，这波很大胆啊，很极限的一个身位，就是省下了一波路易。不过双11的话，2块板子都已经被用过了。那整个双11其实后面在没有牵制天赋弹射的情况下，博弈起来就比较有限了，可能交一只猫就得必须提前交路易，不然的话被晕住以后就晚了。哦，很细节，用诗句去抵消这个沉默。 而且捡到了教授的鳞片，后面也可以走位扭猫，然后去博弈。那要咬到的话，那还是要提前交了，反应很快。哎，这里的话想过来先赶一下，稍微干扰一下密码机，反正也是等猫才能够进一步的压迫了。是的。不过感觉他的话，可能还是想用猫去干扰一下教授那边。 又打到10局上，那这样的话，一会儿结束还有一个小加速。其实整体的一个牵制时间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想省闪吗？还是选择直接交了？交了之后，其实密码机也是差不多3台。不过湖景村的话，因为本身地图会比较大，所以需要一点跑图的时间。 对的，而且因为你也是闷掉了一个化险为夷嘛，所以现在外面的话是只有守墓人的一个化险为夷。是。不过木偶师现在即使是化险为夷期间，也可以交出路易嘛，所以说只要救下来，反应够快的话，交出路易还是有一定的26空间的。这一波看一下纸猫跳回去，有点危险，回忆选择直接掏吗？还是直接救下来了？对，木偶师这里又是一个漂亮的诗句抵掉了平 A。 但是这一波应该大空地是活不了的，对，只能倒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。古董商想过来吗？过客在旁边，感觉过客的话好像还是先往大门那边赶了一下，倒到中场，应该是不太考虑在这一波过来了。而且看一下压满要不要考虑？求生者走位看起来应该是准备保平了，因为守墓人并没有破译新的密码机，而是选择去找队友互摸。 调整状态的话，就是压满之后让过客过来扯一波。扯一波以后，保证队伍整体的一个状态，后面再让过客躲起来，2个满状态再去扛压。是。2连棍，纸哥还是打一刀。不过这的话，再来一棍，好，还用身体去卡位啊，做到了极致了。就看空调接下来一波路易能不能废只猫了。 不过整体的走向其实还是比较偏保平，因为空调的话，现在这个状态也很难说拖到你还差一整台的情况之下能拖到开门战。对的，这波晕住应该要倒了，就过客选择扛压修吗？一会儿技能马上好了，其实这个时候还是要尽量去找队友，在一个没有密码机、监管者离得比较远的地方补一下状态会好点。密码机不放的话，其实监管者那边可能也不会去赶。 现在开始撒手跑了，最后3台还是离得比较远了，大船跟这个小船各一台，然后角落一台。选择在后面先去苟一下，那这里的话比较看无期他的一个排点，比较难排吧。这个点的话，耳鸣还没起，是，现在起了。然后双11这个地形太多高墙，太多可以蹲的点了。 光靠一个耳鸣，你排下来至少要花个40-50秒，而大船已经在破译了。而且刚刚其实耳鸣只亮了一小会儿，可能就1-2秒的样子。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运营对局啊！就是求生者既然知道自己没有太大办法去保证4人开门战的情况下，果断的选择保平，去提前调整好状态。这样监管者即使淘汰一个人以后，也没有办法快速续到节奏；即使续到节奏，外面也有满状态能够去救人。是，然后密码机也比较分散嘛。 而且现在的话，其实2个人都可以去破译小船的那传送当交。如果说能够牵制一会儿，那可能就有说法了。一个 A 晕，但是是2段晕，晕的比较短。教授这里还有鳞片，还有操作空间。
还有一个窗台，这波可以省个鳞片，直接窗台。密码机的话还差小半台。看这个生具一段跳，还有一段跳木鸭。 没有选择交，也是可能想省一省嘛，让队友救一波。因为你交了的情况下，也很难牵制到这个密码机压好，可能还是要救一波，不如留到开门战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操作空间。是的，这也能看到北京 WBG 的求生者队内交流，一定是爆了说，我可能还是会倒一次，就熬不到开门战了，所以他们是让回忆提前过来了，不然这里还有一个被拦截的风险。对，也是为开门战做一定的准备嘛。 就是监管者的目标是怎么样开门战快速击倒人，而求生者目标是开门战的时候尽量多撑一会儿。对的话，陶晚安得稍微拉走一下大门，不过武器的话可能也会去管一下大门的回忆，所以回忆那边也不能说紧贴着那个大门，还是要给到一定安全的身位。没错。但这一局的话，传送是很大机会拖好的，所以还是给到一个3抓面，就看一下回忆这一波能拖多久了，能不能撑一只猫。 跳已经都在 CD 了，应该得下一只猫才能击倒。咱们再点了，那这样就看陶晚安能不能冲到小门去。倒了以后挂人，门是稳开的，而且这里离椅子还比较远，除非先传。已经差不多到了，但然后一看你选择挂的话，就差不多可以走过去了。 就是即使传过去能在门口击倒人挂上的话，这边也是有自愈的，所以很难去进行一个夺抓，最终还是选择保平。而且刚刚他也是防你打倒了之后直接传送，所以唐晚其实现在园丁调整了之后，感觉现在第一局可能都在上。之前偶尔还会去摇摆一下别的角色，像魔术师这种，最近可能园丁这个选点还是。 比较有说法的，就是他前期既然有一开局，想要先去找一下大门的大副，林晓有想法，但大副在牵制博翔上面，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定一些的。对，所以这里的话，感觉也是先看一下第一段表。只是找大副看个时间。但我过来先第一个道具，我觉得会回头这么早交一个怀表不抓吗？ 好像没有这个想法，我觉得他如果有想法的话，更早就回头了。是，现在好像是一直想要去找那个园丁。那这个时候已经开局过了一会儿了，园丁得蹲一蹲了。但看一下呢，哎呀，直接看到了，盾太大蹲不住啊，开始拆椅了。就本来如果这个盾掉了的话，可能还能蹲住。对。当然这里的话是直接给到了一刀点，太快了。一刀很快很快。 把椅子一扶，反正也是要等一波，而且你这波过来的话有闪现的，直接闪现过来击倒，快速击倒啊！相当于是见面就直接把这个园丁处理掉了。对，然后空闲时间还修了个椅。那园丁拆过的椅子，再加上自身的一个座椅，可以变成一个大副，对吧？座椅还是比较能坐很久时间了。 可能也是能够稍微弥补一下被击倒这么快的一个速度跟时间吧。排一下飞行家位置，飞行家3连喷，哇，跨越地形的能力还是很强。给到一刀救下来，密码机不太够，为什么2个人走同一个方向呢？这样的话其实有一定的双倒面，但还好这波短板博弈很优秀。那可以再去拖一个围龙，而且现在愿力的话不太够。 技能第一波也吃了，看一下能不能第2波牵制，把第1波缺的时间给它补回来吧。选择不牵制了。但感觉这波没有愿力，没有技能，是不是稍微牵制一下会更好？对啊，再卡个回响盾啥之类的。因为其实已经让队友来 OB 了，是想倒一个角落，射下来。但是你刚刚个人牵制都不需要 OB 啊，因为其实海边的板子也都挺多的。 可能是担心自己没操作出来，然后倒的离椅子太近，对 OB 位 OB 不了。但现在的一个效果就是能废2个围龙，针对刀扛到了。这波 OB 效果还是很不错，又倒角落。那就属于那种纯 OB 不牵制，硬拖，把那个密码机尽量的拖到一个保平。还有个回响，一会儿可以卡一下回响。 哎呀，2个人很惬意在海边漫步啊！这一波我觉得可以先处理小雨啊，
手上阅历也够。哎，走位躲掉一个壁，但是这里跟过去感觉要被打了。飞轮在木压，但是还是倒了。密码机的话也是差不多3台半。挂人还需要一段时间。这里一个漂移的羊驼飞过去了。 这交道具去赶路修机，然后大副再过来套个化险为夷。这样打的话，确实拖出了不错的时间，但是挂飞一个人以后的话，这个容错很低啊。你前期的道具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。对，而且你半状态你修不了，就在脸上。哎，这波没看到大副过来吗？就想击倒。对，因为他已经是已知交过绝处逢生嘛，所以还是想要先管一下弓箭手。园丁太能做了。 选择在外面逼一逼，想扛没扛到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把其实捏捏的针对刀还是打得非常不错的，非常因为有几波弓箭手过来，然后这波大副过去帮扛，其实他都没有扛到。嗯，哎呀，这把这一半的时间都在海边看海景来了，感觉在海边买大房子了。但这个时候技能好了呀，有传送的，2个半状态在外面还是很危险的。 即使你是攻击到了没有绝处逢生的弓箭手，直接传大船过来，没有耳鸣，就看这个围楼能不能找到飞行家，好像是能找到的，大概拉点方向。刚刚没耳鸣，肯定是往大门方向拉的，在排，看到了。但密码机的话，其实还差一些。 刚刚交了道具赶路去破译的，所以手上道具就只有一个。交了以后，直接被击倒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求生者还要多修一台吗？那密码机完全不太够啊。那这里的话挂上，那其实密码机真的差的有点多。对，而且剩的密码机这3台海边大船跟大船底都很远，你跑图去修的话都要花很多时间。 更何况现在大副也被前面逼了表，救人交一个表以后没道具了，也就是说，而且另一台密码机也停了。这波即使救下来，也一定有一个人要倒地，要被续节奏。这波的话，想要先赶一下灵小的大副，直接击倒。飞行家走的一个方向离密码机也很远，而救人又是救不了的。 就看能不能躲起来，让捏捏排不到，然后再摸个针扎一扎。但这里应该透到了吧？已经看到那个方向了。我觉得刚刚他有点太大摇大摆了，走的。而且这个地方是监管者能够去透的。再让修密码机的人过来救，那现在密码机全停啊！即使你能有机会偷下来，那密码机还是不够，还是回头能击倒一个。是的，就已经是恶性循环了。 偷下来了，不过还好，这波的话确实也是在排飞行家的过程中被人偷了。但没道具，你现在破教羊怎么牵制呢？笼子被拆掉了，那还能再拖一个围笼。一个漂亮的飞轮，再绕一绕，但这个围楼很难撑过去啊。羊驼终于跑到木屋，修的还是最少的那台，好绝望。林晓这个时候人又救不了，又不敢去修。 他一修的话，捏捏这里就可以不守椅直接出去了，椅子上的人就跟挂飞没什么关系啊，没什么区别了。但是木屋的话，因为你是确定在修的嘛，所以捏捏这边也可以先去赶一下木屋。对，他们应该现在的战术就是跑一个，我2边同时修，就看你抓谁，抓了以后我大不了就不起了，你爱挂挂。击倒。那这边。 可以去修一下。如果你要挂的话，他就直接走地窖吧。修亮了，这个灵巧的位置还暴露了呀。你能摸的箱子就那么几个，大门一个，这个2条小破船一个，那位置一下子就排到了。只要再击倒就能4抓了，把灵巧传过来，拿下4抓。 这把其实能看到捏捏他本身围龙的一个熟练度还是非常高，去搬这个拉拉队员。就总的来说，这个班位是冲着控场型监管去打的，但是艾维又没了，女巫的话又比较危险，所以最后拿个台球手。现在台球手的主流打法就是我前期先不交击球点，对吧？我先走一会儿，
好，看一下捏捏这边，想要先往3号机那边去靠一下。嗯，但前期应该也不太会用这个击球点，因为你用了你也很难拿到刀，有短板下个板子就行了。所以说先逼一逼。加上小推那边也是卡着一个教授。嗯。 这样的话，你开局是只有外面2个人在修的。对，最好能逼个护腕，破坏一下板子，然后这个时候 OK， 确定机子在摇，走过去吗？不过林晓那边也是没有选择去交护腕，所以这开局的话，其实节奏还是挺慢的。嗯，就相当于你是一台机开始才开始追击，就闪现好之前啊，都能先走一会儿。 还是想要去过来赶一下小推，对，过来提前拦截，就看这个闪现博弈了。闪现开刀要是打到鳞片上，那就是崩完了，一节都开不出来。但闪现开到刀的话，你后面有鳞片，主球控住你也不好交。看一下这个地方没交，要骗。羊驼这里也没上当。啊，被直接抽到抽刀了，闪闪现开都不不需要用。那这个就有点伤了。被惯性也没有啊，就纯走地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拐弯能抓到吗？倒了，感觉。直接出来第一时间打的话是交不出任何东西的。啊，因为他出来之后，其实他是有一个后摇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击倒的时间也是很快，而且你技能没吃呀。因为很多台球手他可能前期会先逛一会儿，然后等到闪现开刀，然后再去抓你的机会。但这个的话是直接被抽到一刀，省了这个闪现。是的，而且捏捏能看出来熟练度很高，多线程操作，就是自己在位移的过程中还能远程再来个新的一个封闭区域，把密码机封了。这一刀，你没吃出来闪现，你得一直防。是的。 弹射跟惯性谁更快？对，冉维想过来帮一下，骗一下强风，主动帮队友吃掉，对，扛一刀。那这样的话，他必须先跟佣兵补状态了。不补状态的话，那接下来的惯性会非常的恐怖。对。没关系，砸个头，你看还有10秒，闪现直接跟。 再一个主球骗，一直贴身骗，2段骗掉了，抓住，然后再放再打。密码机的话，现在还差一整台，然后还有半台的遗产要补。但台球手的话，后期的控击能力有点，就是比较强。所以这个密码机一会儿可能也会再被干扰。对。 看留的3台密码机，千万不能是个3连，3连对于台球手来说太好守了。提前拦截，这古董商的一个面对这种走地单刀还是不太怕的。一刀想卡位，这里可以点刺点到板子中间，再砸一下。这波有人扛刀。 没闪现，队友帮忙下板还挺难追，就看这个主球能不能把2个人隔绝开了。这里的话，古董商继续帮。我这里交鳞片顶到了，最后2台都在修了，接下来这样保下去，情况不容乐观啊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古董商过来帮的这一波还是陪跑的比较成功的，但是又吃了一个抽刀，隔绝开了古董商。 但这里还有一波 OB， 点刺走位扭掉，还有扫视，哎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还是能够直接先把教授挂飞。就是求生者终于意识到这张地图的南瓜是能挡刀气的，啊，古董上的刀气。但这样过来，冉维还有道具。 被抓住了，那就交不太出来了。这波还是冲着一个平局去了，因为大门本身进度也是挺多的。对的。
然后佣兵还有3个互换，还满状态，这波是真没什么说法，控场能力太强了。这一把的话，其实离4人开门战就差一点啊。虽然教授没有没有那么难受，快踩还是得带嘛。阵容上面也是选的挺扎实的，就看他个人的熟练度了。其实之前看他打歌就会打的比较少一些，对，就一会局内。那这个区选择的话，前期要隐跃一段时间了。红毯气象，红胆的气象它是可以直接跨越长墙的。过来想要先往佣兵那边靠一下，不过感觉就是路过，对，路过。去找空军。不过过客这边是选择往小门1号去转点。对，看起来隐约还是比较丝滑的。而且这边本身密码机会被锁嘛，所以也不会干扰队友的一个破译。板子消耗的会比较快一点，一个反绕有影子可以回速，但回速大概率接枪，想骗枪。过客也是，哎呦，这兴奋好的比较晚。这里还要搏板，不过还好是搏到了这个抽刀。那第一刀 K 的很快，后面只有飞轮没有弹射，牵制的压力很大，留了个影子。你要交互的话，哎。但这里的话，感觉还是能够击倒。是的，1分钟的一个击倒时间。过客其实也是知道你可能带这个兴奋，所以提前交枪。但这个兴奋虽然没拿到刀吧，但是也没起到一个控制太久的一个效果。而且他往这个地方转，其实不是特别好去博弈的板区，他可能得是在墓地或者是转到1板1窗的一个方向，能够多牵制一会儿。空军还是比较能坐椅子的，卡一卡血。这把的话，他们就只带了一个化险为夷，想逼一个护腕，这样给到过客，给到进点的机会了，进板了。不过感觉空军这边因为本身飞轮也是在冷却期间，也没有什么道具了。如果要帮的话，只能队友过来帮。他自己如果单牵制是很难牵制出来化险为夷的时间的。对。当然，这个强风交的特别好，转到了墓碑的很多长墙，长板子还能玩一会儿。这波26绕回去还能再帮，对，又一个强风，节点都特别好，交的时候都是队友马上有危险的时候。那这一波能进板吗？要补，直接过板，但是过来的话感觉来不及扛了，来不及了。那就选择卡着吧，因为外面也已经没有这个化险为夷了，所以说接下来救空军一定会掉状态，而且没有化险为夷去硬拖时间，救人的风险是大于收益的。但这里的话，因为他也是知道在脸上的陶晚安大概是在哪个方向去卡人的，所以可能还是得去救一下，逼他救。有个飞轮能离椅子更近，这样吃一刀救下来以后。只能去玩里面这个死亡板了，一踩就倒。飞轮再拖一点时间，差不多就倒角落了。对，挂的久一点。气象可以找队友摸一摸。这把幻灯师确实对这种用实体刀拿刀的起不到一个辅助牵制效果。不过静物投影也相信帮了很多队友的一个破译。陶晚安现在的话得苟住才行。躲起来。但这波排的很准啊，57已经看到了。也是过来找到陶晚安。对，这波只有1波道具的机会，强风准确的命中，但没有推断隐跃啊。但是飞轮的话也还没好。这波只有一个小短板。又抽到了。最后2台也在修，感觉是能够修亮了再来救。看80那台，直接选择传送。不过传送的话，
两个人都还是在这边3连的。太远了，他刚刚应该是知道4号机在修，太远了，对角线呢。这波再逼一逼佣兵道具，交技能过去救人，有机会卡半。哇，回忆这几波护腕都交得很到位。不过这里还是要挨刀了。气象那边要过半了。过半了呀！而且这波佣兵一直在扛压，佣兵一会儿倒了以后，气象还得互摸一下，你不能让一个上挂飞半状态的去破译密码机。是的，还是得原地先调整一下。还好是回忆这波牵制的比较久，但这里的话也是要倒了。道具已经交完，这波选择直接走。 他是为开门战做铺垫，把你佣兵的自愈耗掉，这样你开门战的时候，一个佣兵没道具又没自愈，可能会成为累赘。是的，而且他想管住的是这一排的3连，因为他们剩的3条密码机是小门1号、小房还有小推。对。换灯师的话，牵制割据比较困难啊。这边板区也被消耗了一些了，没啥板子了。 晚安，看能补充一个什么样的道具。这个时候，魔术棒嘛，魔术棒算是比较一般的道具了。继续抓换灯师，佣兵想省个自愈，让队友过去摸一下。传送已经好了，这个时候他就是一直的消耗求生者的道具，然后只要等到人修，有人修的时候再传送过去控。 不过他们是没有选择去补满状态，是让回忆单人去破译。发现密码机其实已经长达1分多钟没破译了，求生者一直在被消耗。而且因为外围的话，他们是选择了气象去翻箱子，然后佣兵自己去修小推给压力，这样的话可能还是陶晚安要去绕过去摸一下空调。是。 上挂飞是这个时候只能做一个机动位，一旦破译的话，那会被追到倒地挂飞。没找到佣兵啊，这波回忆卡得很好。要是他被找到了，直接击倒，又可以过来管小门了。是的，因为他当时是过来的时候，回忆并没有在密码机旁边，所以第一时间没排到。不过这波是看到脚印了。对，但是小推才是遗产，另一边机子其实是没什么进度的。 踩了这个板应该就要倒了，但是他心里应该也是知道刚刚回忆是被摸起来的。应该不太会挂。我觉得还是不挂吧。你如果要去管密码机，就趁着现在比较少的时候就管。哎呦，回速交了段隐月有点难受。不过小门1号也是撒手了。就继续拖传送嘛。这把比分上来说，吴奇是尽量要多抓的，所以。 这个好的一个局势，他肯定要打得精细一点。空调这里也已经卡好位置了，见面交技能，一个回速。这波应该是要挂了，因为传送好了，不挂走过去，求生者也会互摸或者躲起来。是的，挂了以后，那就形成一个什么？一个人必须修，一个人必须救。加上他其实击倒的一个位置是在墓地附近嘛，比较远，所以还是得先挂一波幻灯师。回忆有点小欧摸了个球，但这里的话，其实小推那边还没开始换，我觉得可以稍微再排一下的。是，然后再捏着这个传送。哇，直接过板拿到了，那这样还来得及。 飞回去，但是人倒是能救，但佣兵已经叠满了战争后遗症了呀！现在自愈非常之久，还好是他还有绝处逢生，对，就已经倒过2次了，但是每一次都是陶晚安去摸的。哇，这割据的熟练度很高，幻灯师一直用投影也拖不开距离啊。 这样打下去，机子没人修，已经是个2挂的幻灯师了。一个上挂飞要来救另一个上挂飞，而且那边佣兵也还没爬起来。
这样打下去，开门战的传送也能拖好的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有机会3人开门战，2个上高飞在脸上开门战速杀一个，还是有机会躲抓。现在就是看3抓还是4抓的问题。但这波的话，因为卡的会比较满一些，而且是满状态先救的，打针对，得先等。很极限了。救完之后直接打幻灯师，直接打到了。80多的机子敢强摸吗？得摸2刀才行。我直接是一刀震慑，但是这2个都是挂飞，对，所以牵到谁都一样了。无论牵谁都一样。密码机终于是开掉了，但是脸上还有一个陶晚安也是挂飞，而且佣兵那边从小推去大门很远呢，非常远。传送又好了，只有一个魔术棒，看这个魔术棒能不能断一波隐月吧。只有一个小短板了。哦，一个漂亮的魔术棒挡掉了平 A， 再一个反走，但是不够深距。佣兵这里是万万不能点门的。是的，因为他很清楚点了门，这个点门的时间18秒，气象很难撑住。传过来往前排，好像能排到2名啊。这里大概是已经知道了，那就直接去找箱子就行。是。佣兵。哎，这里漏脚印了。一勾带6。看到了，拉球，一个回速到脸上直接打。气象刚自愈，方向位置是知道的，不用管佣兵，因为佣兵已经没有自愈了，直接再去找。这把无锡的割据真的熟练度很高，而且这个思路也很到位，理解很深。是的，左边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把无论是排人的思路、追击还有操作都在线。一刀下去，一个4抓还给北京 WBG， 大小比分打行，不然你可能入链那边也有点难搞。对，但喧嚣的话感觉打防，然后喧嚣选在2板一窗，中场的画家，这个的幻灯师以及2板一窗前面的守墓人，训练上来说。哦，就是冲着冉维的救人位去嘛。我看一下冉维对于守墓人的一个理解了。前期有深距，下好铺垫板，和双重惊喜。对，但这边的话是没有上到。好，上到了。这波。可以先把右边这个板子给它踩了。这下一波下铲跟这个双重惊喜的冷却基本上是有点同步的啊，双重惊喜还快一点。看一下这个铲子能下下来吗？下到了，下下来了。被打出来的位置有点差。对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平地要上2个镜下标记了。3D 一刀有了。其实感觉还是铲子被打出来那个点有点太差了。他太想走位去躲最后一个标记，导致自己的一个身位是离板子比较远。一个移形到脸上，下一个铲子先不着急交，一下子上到2个标记，过来把铲子极限下来，双重惊喜打出来了，还能上标记，上一个，架住在这里。又偷偷上了一个，最后差一个焰火。这个绕场谢幕直接击倒，一人开2阶。那接下来的救人，基本上啊就是救不活。还好已经是画好灵柩了。直接反吧，直接反吧。这波感觉也没有人有空过来去管一下这个守墓人了。如果有灵柩的话，肯定还是他先反好一点。接下来反身以后就把他卖了。哦，画家要过来陪跑。但陪跑的话，其实守墓人这边已经是把铲子都交完了，没有牵制道具了，感觉比较难去拖出来有效的时间了。哎，这个绕场谢幕跟都晚了一小步啊。是的，过来也是帮砸了一个板，能拖出来化险为夷的时间。但是问题是你现在画家其实也是相当于没修的。对，密码机很慢，而且刚刚是入殓师提前过来看了一眼画灵柩，所以入殓师机子也慢。击倒以后，应该是想要交画柩吧？交画柩卡卡血。
尽量把外面的2台的密码机破亮。到外面差的还是有点多。哎，想砸头的，但是这波自己卡了一下位，没有办法，刚好到板子中间看画，得卖了。但是你看有2阶的情况下，喧嚣的一个击倒速度就很快了。而且这波的话，油罐那边是一个入殓师，本身灵柩已经是交过给守墓人了，所以他自己可能也牵制不动。移形好了。 接空中飞人过来，上到2个标记了，想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人在补入殓师那台。对，哇，这波大短翻，看没有回光返照啊，2个人都没有，所以只要是开门战的时候一直在针对一个，还是有很大多招面的。看一下这个飞轮想躲，牵制了很久，一下子伤到一下伤害，打个头，最后一台应该快有人补了，已经碰上了。对，但这边入殓师其实已经是坚持了很久了，羊驼一直在拖。 他是坚持到外面修完，然后跑图过来去补自己的大遗产。直接倒角落，队友也没有贴过来，直接选择贴大门去了。但是他现在大概是知道有个人刚刚修完油罐，所以他跑的一个时间有限，而且你要绕走的话，你不可能往3板这边绕，你只会往大房那边去绕。对，一个移形直接抬中间，再看2边。 没有选择去看画家的位置，想双重击起定一下。画家已经反走了，2幅画交了以后也有移速加成，感觉是先能把人救下来的。再往回走，看到脚印了，但应该能救下来。没有双重惊喜，一下子上2个标记，先救下来。想先抓画家，但画家这里是有飞轮的，而且救下来入殓师还有灵柩。飞轮，飞轮。 窗台还能拖，这样打下去会不会有风险呢？移形已经交过了，万一感觉有点危险啊。还行还行，能把人牵起来，没有画上灵柩。假如再拖个20秒，让这个羊驼画上这个画家的灵柩，再走到大门去招一下，那就真的崩了。我感觉如果能反一波，已经是挺好的了。对。 那最后拦不了大门了，是一个平局收场。不过这局其实还是有点风险的，因为感觉打到开门战，其实本身有移形，然后而且因为台球手他被就求生者那边被主球吸到之后放出来，他是有后摇的，你那些飞轮啊、道具啊都交不了。是，哎，这样地图我自己打台球手的时候啊，很喜欢小门那3连。 觉得台球手其实开局是可以去抓一抓飞行家的。首先，飞行家道具耗完以后，基本上是溜不了的，其他人也没办法在救人的时候给飞行家更大的2溜空间。2是他是最有可能上来先往中场靠一下，不过空调那边是已经选择了直接上外楼梯，对的，可能也没有什么去追击的想法了。毕竟带化险为夷，首先要自保。 陶大师也不站出来，去顶着破译，因为太危险了。他也是很好的一个追击目标。不过武器的话，前期也是不着急，因为现在技能还没好。过去把过客的密码机封住。前区就先跟着，先把人找出来，现形了以后再追击。对。 就是看第一波能不能短板博弈到，没博弈到的话就闪现开刀了。张狂的都是闪现开刀，提前交。哇！但这里的话，闪现直接命中了。交2个香薰手杖，还是被闪现开了一刀。那这样的话有点伤啊。虽然下一波进隐身很快，但是进了隐身以后自己没道具，感觉这里有点危险了。
而且2板一窗的话，其实板子已经是被清了。有主球，还反绕到了深具，在这里反绕到了很长的一飞波，轮，主球一打，那只能倒角，已经是倒角落了倒。角了。其实前期的话还是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击倒的，嗯，而且那波闪现是真的挺精髓的。是的，很感慨。假如不交那波闪的话，那闪现就只能16秒后再去交了，那这样节奏就完全不一样。往中间挪，让空调来套第一个化险为夷，再封一下，那机子还是能够回退一波的。尽量的卡血。但可能你要指望他去进行下一波牵制也是比较难了。是。这波主球不往大门机子打嘛？其实可以打一波这波16秒的。波克的话是选择倒到了3板附近。最后2台都有人在修了，那可以做到的就是陶大师套了化险为夷以后可以扛，到时候就很恐怖。你隐身又还有个烟墙，一个主球过去，看能不能给他抓回来。已经看到了，那就很难命中了。迷烟炉。既然有被动可以卡到比较死的血线，是的，而且卡久一点，等到你化险为夷的时候会比较好压这个开门。哎，这好像失误了，击球点没有把那台密码机封住啊，而且有囚徒的情况下，它可以平衡2台密码机的一个进度，这够了呀，就看能不能打到针对了，没回国反照的。是的，再来一个迷烟炉，打到，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根开了。本不知道人在哪，太恐怖了。4人开门战，找到了，有闪现，有一个飞轮，看闪现，但是还是虽然要倒，但是倒的离椅子远一点了，而且门的话已经在点了，就看小门能不能点开。感觉小门应该是能点开的，因为等到你挂的那个时间。那大门一定够开啊！大门是比较远的，是的，近点门管不住，远点门也管不了。这局是个3跑局。好，那也是最终2个门都点开了，完成了一个3跑。恭喜北京 WBG！ 最后一局，这局确实是打得很精彩。是的，其实刚刚的话，然后主要还是选点。如果说监管者这边选点能够选到自己想追的人边上的话，还挺舒服的。因为他这把其实开局也就这个木偶师比较难追一点，然后包括守墓人，对，那只要放弃这2个人的话，其实还是有快速击倒的机会的。对的，变得追击了。对，因为正常来讲，园丁他是有机会可以无伤上车的。嗯，如果说歌剧他能够架好点，把影子留在站台上，然后人逼下去打园丁的盾，他是有机会可以拦住。看一下，直接往起点去，小夜明的园丁也是直接开始牵制了。对，这一波进入追击节奏的速度非常快啊！开局2个人是相邻的一个点位，但江秋好像是隐约，哦，他想钓鱼的，哦，想去钓守墓人的开灯环节，给到一刀啦！的位置太近了，没有身位让他下铲，所以他哇，没办法，这个这一刀。研究是真的很透彻的，而且这边的一个大空地并没有下板，所以说只能直接打出土。是的，前面的短板博弈很差呀，10几秒的一个铲子 CD， 这边是可以先把中间的板子踩了。对的，我们人看一下能不能找机会拖出下一个铲子。哎，可以。这里是以为没走啊，但11已经拉远了。没错没错，但是前期的道具消耗的非常快，而且已经开启1阶了，有毯子的情况下，追击能力很强。是的，直接拉近身位。前面看一下这边一个短板，给到一刀，我们人道具全被打空，而且闪现就差3秒。对的，这边还是想尝试省一下这个闪现。不过这边卡角的话应该省不了，应该就直接击倒了。是，哇，那这样子的话，首先你把一个化险员给闷掉了，其次把守墓人的道具全部消耗干净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对于后期的一个追双倒啊之类的，这个节奏都会比较好。对他最难受的是求生者这边带化险为夷的人，他不是近点的，是对最远的那个起点的园丁，
经验这里要被迫白交很多的状态，而且你还修不了密码机，你必须要赶到终点去，浪费一下自己跑图的时间。对，小叶明准备顶个盾靠过来，还是先拿一刀，对，然后在椅子面前再续这个盾。残影这边消掉了，所以说还是没办法弹双倒啊。那再过来追击，其实咒术来了，帮忙帮不太了的，应该是过来破译密码机的。纯路人啊，纯路人准备破译3战终点半场的这边的密码机了。是的，哎，不对，他追着歌剧他就去了，好像是想尝试一下。想尝试吗？但医生这个点位其实不算特别好啊，因为这片区域其实守墓人刚才已经用过部分板子了。对，那这边回溯过来其实不太能干扰到，而且这个位置话有研究的，就尽可能让你挂的比较晚。我觉得其实就让他垫没关系的。对你反正就一层红嘛。对。哎，还要跟进来的话，那就可能是下一波让咒术师来救援了。这里有没有逼救的机会？看一下，往上先赶。手上有飞轮2层猴，其实不着急啊，感觉可以再拖一会儿。是，而且现在鬼屋的后门也没法再卡位了嘛。对于求生者来说，不担心，只要跟你拖一下淘汰进度就好了。没错。但可以看到外围的密码机其实还是挺多的，就是需要补的也很多。地图比较大。看一下这江秋想尝试打针对，手以博弈了，救下来给到针对，很完美的一个卡位啊，直接让守墓人没法往外走。没错，把咒术逼因为这一波不给咒术刀的话，他没有3层猴，是吧？你很难说保到说守墓人一个2-6的机会的。他必须下以后有3层猴才有机会让守墓人转走。对，现在想再冲着一生的方向去啊，求生者的状态其实还是挺不错的。因为江秋的技能还没好，首先都非常高，这边大吼一交，然后选择上站台。是，但是上站台的话就不太好了，这样的话就把所有的求生者都给集中到一个半场，很有可能江秋过去他可以进入一个1追2甚至追3的节奏。没错，因为外围现在还是有个半状态的园丁的，需要去躲藏，所以说只有一个木偶是能。哎，他嗅到了园丁的位置。哦，这找到了，脚印和小碎片都看到了。那这个点位手上闪现马上也好了，小野明必须要找个距离起盾了。下板起盾吧，闪现直接交很果断，因为他知道你3个人都在这个半场，木偶是刚亮密码机，然后咒术师这边是开车过来的，最后的遗产应该是起点园丁一开始修的那一台。对，那这样子把人挂到地下室，整局节奏其实对于江秋来说节奏很好啊。是，而且咒术师前面也是交过了3层猴嘛，就看一下江秋接下来排人能不能快速的去排到咒术师。因为对他来讲，如果让求生者正常破译、正常救，他开门战是没有传送的，打手控场。对，这样子的话可以拖一下自己的技能，因为如果说现在去打手椅的话，可能技能是拖不好的。对，还要去打一手控场。这边的话，木偶师86的密码机，哪怕变路易也开不了，给一刀没有给到。交路易弹了一下，江秋也确定了一下密码机的进度。对的，位置最后1秒的下板。这边就等你的这个路易结束吧。是。这样的话，能够把木偶师留在这台遗产边上，那他的技能就肯定能拖出来了。没错，很极限的隔双刀没有打到，回溯过来还能逼断路易。想直接打吗？应该还是不打的，应该是等他结束。对，还是等。但是趁这个时间的话，求生方另外2边是补好了状态啊，而且园丁也可以去翻一下道具。对。求生者已经新开了一台密码机啊，是准备让园丁靠过来，让咒术在原地进行破译，防止一会儿江秋再传送过去处理园丁。是的，那这一波对于江秋来说有一个机会点就在于打拦截。对，他如果能把救人的人打到拦截半状态的话，这一局是一个很大的赢面。小一鸣这里是特意从桥上绕啊，但江秋远远的又看到了，他是这个排人的意识还是非常的精准，但是桥上你很难去拦截了。是，不过始终他得过桥。对，所以说我只要打到这一刀，其实你人是不好救的。江秋确定了一下石龙的密码机在抖动，那脸上的园丁在这里，他是一定能够拦截住的。对的，来看一下，这把带了回光返照，看这边远程就要给一刀啦。哇，感觉这个距离感觉是救不了的呀，而且密码机还是80多的一个状态，回溯过来。对，就算你把秒盾续出来，你走不到椅子面前啊。没错，我可以等你盾结束。看一下这边是没有带任何弹射的，是的，从窗户架出来，往外打，哎呀，打早了，打断了，那很难受了。对，因为带回光返照，那这边靠近椅子把人救下，但是还是打到了木师，那可以选择直接开了，感觉。我觉得他其实要不你把园丁给打倒，让他通电了以后就也没亏的那么大。对，现在木偶师如果倒地以后，他也有回光返照，亮吧，然后这样子的话还可以变路易再扛一刀。是的，可以吃一刀挽留刀。哦，
然后这边来到滑梯，失去一下给一刀，先打那边狮龙开的密码机，离终点门还是有一对，段很远距离的。那这边的话，感觉是有一个击倒节奏了。哇，直接过板刀，那另外头铁门还没点到，头铁应有尽有啊！这里把莫尔斯挂上传送，终点感觉得杀手了。两个人都在跑，落地还有耳鸣，就看这一波能不能分辨得出跑的方向了。没错，这边脚印的话都没看到，所以说只能凭直觉去排了。是，大概率是一个争3的局势。对，但是这边其实2战的人哦，咒术回来了。哦，找到咒术师吗？看到脚印了，锁定一下脚印的位置，翻板过来。地窖的位置在鬼板，但是对求生者来说，起点的门甚至还没有碰上。对，门也点不开。那这边也要跟时间赛跑了，隐月电断了，有机会溜起来了。这样子的话，给到一定身位。哎，飞轮没交。是的，但是也没办法去管门了，应该还是只能留下一个。对对对。如果说交出这个飞轮的话，它其实下一层侯也快攒好了，然后有博弈的空间，对，能再稍微拖一拖。那最终挂上园丁那边应该也是没有办法再操作了。没错，强求在第一局的上半场完成一个3抓。这一局这个古董商先追，然后再等到园丁盾消了，他再去落地追园丁，对也行啊。这里把大副给放在了3战啊，上来的话，其实大副可以选择破译的密码机比较多，他不太会被这个陶片给干扰到。好，来看一下这边伊斯人还是要往鬼屋走吗？没有，是选择先去干扰一下，他是大副。对，本体先往鬼屋走，这里能附身陶片就先附身。对，基本上这个伊斯人一会儿再去起点找那个18的一个位置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小白这边已经准备好起6了，但是没办法，这边侵蚀度吼到了多，61的一个侵蚀度。是的，所以继续跟，然后再附身一下园丁，给上一个陶片干扰。那如果达到了60以上，本体吼到了吗？这一手回头，他刚好是在射箭的时候，真九切了过来。对。他想趁他踩板的瞬间，然后去打这个箭的，但是预瞄的时间太久了一些。没错，因为你其实比较远的距离想命中的话，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。对的。然后这边开启1阶，而且18这边盾消了，侵蚀度是有点高了，58。本体又吼到了，吼到一下，那给一刀，哎，有香水。哇，你不是园丁，你是谁？你在修机之前偷偷的摸了个箱子。是的。但是也可以理解吧，因为起点那台密码机是被封了，没错。所以18也是有一段时间去摸一下箱子。这一手再回来追弓箭手，位置很差呀，感觉能马上闪倒了。就看这个后撤比努以及飞轮的一个配合，反线直接打倒。密码机的进度非常的危险啊，对，将近2台的一个节奏吧，我觉得对于球员方来说是不太够的。前期真久的控场干扰是干扰了很多密码机的，甚至我们这一波回来看，其实大副他还在修这个3战的密码机，他前期被附身了，没有直接去找下一台。那现在这个节奏来看，虽然说化险为夷比较多啊，但是艾维尼本身是不太好保的这么一个监管者。没错。就看小白下一波能不能把手上的道具给发挥出效果来了，毕竟上一波是逼掉了闪现。看一下这边大副过来救人，手椅上面应该压力不会太大，还是好救的。哎，趁你收伊斯人的瞬间，直接把人救下无伤。是的，打了一波无伤，他落地是交了一个秘鲁，但是并没有拉开很远的距离，而且没有上到撕裂值。对的，想去骗这个本体吼，但是本体并没有给到机会啊。那2阶落地下来。然后大副这边被定住，还是谈不到刀，这边把伊斯人赶回来，再去把弓箭手挂上。是的，那像围绕3战这密码机其实一直不好修啊，这一台密码机。对，因为其实终点的4连它只破掉了桥上的1台啊，还是有3台密码机会一直在被管。看一下狮龙这一段时间已经是破到了50左右的一个进度，但是也很难修开啊，因为伊斯人要赶过去附陶片了。对的。把陶片给技术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大副把陶片拆了，先修一会儿，让18过来救人，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化险为夷，是还有2个，这样的话就不用干扰到外面破译的人的一个节奏。对。那看一下这一波救援能否让小白有机会牵制起来，但感觉还是比较难啊，毕竟已经开了2阶了。哦，直接一个互换，这道具大师啊！对，又化身了佣兵。这园丁这道具是真挺多的啊，帮你偷了很多波弦。那这样子，哎，
是没有传过去，那再把伊森控过来，好像是交到了园丁身上，但是弓箭手已经进入红圈了，所以影响不大。其实对于成都机械他们来说，他尽可能就是赶紧把这2台抢开，是不会给到真人9这边控场机会。那也是终点开完了，这样的话就是起点2台加终点站1台，3个满状态的求生者去打最后的一台密码机。那感觉园丁18这里还得再考虑多翻一个箱子，没错，保证一下自己中后期的一个牵制能力。就现在节奏，我觉得对于全方来说是缓下来很多。是，但是这一波真9也是有机会能够突破的，毕竟他2阶和闪现都好了。他是找到了18，那现在是没有道具了。对的，直接起盾，打盾上了。是的，那这波距离拉开，然后伊森也在这边，其实对面的半场密码机可以爽修了。现在，这里可以来一个附身，但是没有选择上，对，没有选择往外跑啊，他想继续在鬼板后面进行牵制了。对的。因为你再跑到起点的话，不一定能到。桥上陶片一个传送，但是2台机都在起。鬼屋这边鬼屋有1台，先技术一下，距离有点太远了。对的。你现在刚附身完大副和园丁，其实这边园丁是可以进入一个爽修的阶段，根本不会被干扰到。等到你下一波附身好了，园丁才有可能考虑说去往外翻道具之类的。没错，先把怀表交了，保证一下状态。因为这边如果说再追一波刀的话，可能救人上面就会有点压力了。是，然后给到古董上一个技术，再传过去。但是其实鬼板密码机也进度很多，来回的控场，而且古董商是满道具啊，对，他不太怕你传过来追击的。但是边牵制边再看啊，让自己的侵蚀值涨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。因为这波只要不给平地刀的话，其实全方都能接受。57了，那就不能再看了，就是可能到60以上就有点危险。这里大副落地99，哇，还是击了回来。对，那现在的话手上闪现，我感觉可以不要去进行一波击倒呢？感觉这波要硬追园丁了。对，可以找一波园丁，然后进行一波击倒，直接把他闪倒。就看18这边会不会防了。走直线到外面，然后等下一波可以套出盾来，再去拆陶片。对的，但这边也是非常聪明啊，直接拉到了起点站，是，就完全不给你这个身位。但是古董商那边又要被附身了，但是好在，这一波差一点续出来，没错。那这样就有个问题，说大副跟古董这边的位置要不要兑换一下？如果不兑换的话，用怀表救人，可能开门战上面会少了一些道具啊。不换了，应该是准备让大副直接贴到椅子面前来救的。那这样子古董商点中点站的门会比较慢。是的，直接贴椅子，贴椅救人。一个震慑。那园丁的话，手上还有一个秒盾啊，在开门战应该是能够稍微拖一会儿。而且闪现还没交，现在。对，就看他能不能把这个闪现给吃出来。闪现吃到了，但是终点站一直在被控制着。这边技术马上要给了，先把人挂上不着急，你古董商点门太慢了。是的，趁你牵气球的这段时间，其实古董商也偷不了太多的密码机。对。然后再找一下大副的位置，把伊森召回，附身一下。看到枯草啦，这边还有一个怀表，可能要抢救，然后保着队友跑一个了，应该是。哦呦，99的侵蚀度，哇，好极限！那这边的距离能够吗？前面不能进圈啊，对啊，没了，再摇一段表，摇一段，叫吗？但是有机会，还有一段表，最后一段表能摇到吗？先顶掉侵蚀度，摇，哎呀，没办法了，感觉是不行，园丁飞不了，园丁太难做了，还是差一点点，哇，就差一点点，那双方在第一局是完成了一个互相的3抓，是的，保成了平局。的话，囚徒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陪跑能力，是，而且杂货商的话也不像邦邦那么的，说不定就从哪个门进来了。主要是每个求生者转点都会转中场，你修半天，可能这个进度还不如你跑一下图，然后去找下台密码机，找一台稳定的。对的。那这边仙妖梦选到了花园大门的一个位置，也是可以直接进中。好的，这个点位是直接往中场去。我看一下医生，他从右边的位置直接走了，他刷出来的点位可能比较靠右，并没有再往窗户那个方向走。仙妖梦也是直接选择追，已经看到了脚印。这边好像对小一鸣起想法了。这是我们2个答案里面没有想到的那个选项啊。这波反绕是把身位还回去了。对，有个藤蔓的话，这边也不好交。前期喷漆背包并不太好
哦，想先平地把喷气背包给逼出来。然后这边有个碎石压一波，但是刚好是一个喷气背包躲到。而且那边先知也是提前在看飞行家了，趁你这一波道具的真空期还是拐到了啊。哦，这里有人在盯，所以他故意过来骗了一手。但落地的话，这里还是躲掉了这个自然交易啊。是的，没有被粘住。那下一段喷气背包也好了，敢翻，但是钻过去一刀还是会有。我觉得当时往回走不用那么着急，因为藤蔓他没有过来嘛。当时应该是觉得什么呢？觉得盯的时间快到了。哦，如果说不再往前走的话，可能你下一波才能给鸟了。对的，这边藤蔓一个拐弯又躲掉，但往回走还有一个背包。是，这边背包的时间也续出来了，3段背包再次拉近一板一窗这么一个位置。没错，前面的话先开一手门，但这边的话我可以不着急翻窗。啊，两边的一个窗户博弈，还是一个隔窗给到了一个震慑。这把的话，其实可以看到先知反而是密码机最少的那个。对，不仅跑图了，而且还中间帮忙抽空盯了一下飞行家。对的，但整体的进度不会掉太多吧？我觉得，因为有囚徒的存在嘛。囚徒一会儿是可以远程把大副的那台遗产给连开，然后再去跟先知的第2台遗产一起连的。没错。然后这边救人的话，尽可能的保到无伤的话会比较优势了。是，看一下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副一个人救2波了。这个节奏来看还是偏求生者一点，把人救伤了下来了，无伤救。哇，那这个节奏可太舒服了，因为外围的话囚徒是用跑图可以连2台密码机的。现在另外2地蹲绕了过去，对，再翻窗，被人家准备倒到一个比较难挂的位置，但是对于杂货商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，他可以开门出去的。但是第4台、第5台密码机已经连上了，大副可以再过来卡一波非常极限的一个进度救人。来看一下这边11过来，想去挂到小房附近。是的，那这个距离应该是能挂上的。这样子来干扰的话，但是我觉得影响不是特别大，因为先知他基本是可以强修的，我不用跑。对，哪怕你封到我密码机也没关系，有囚徒那边能帮这边传，是，对吧？哎，但是这个藤蔓是很好准啊！对的，震到了，给到。然后救人的话还想再卡多一会儿，但其实这个有风险，感觉要不让先知一起来，因为你现在已经没有失乐园的状态了。对，然后我还有一个碎石打倒的。是的，先知要来了，先知过来。第3这边还在排大副的位置没排到，哎，他把藤蔓往外拐了，哎呦，救下来。是的，那这里一个碎石，哇，很精准，打到了飞行家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毕竟已经没有 OB 位了。没错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小房密码机现在是暂时不能要了。得赶紧先离开这里，因为小木屋的话还是个地下室啊。如果说你在这里进行破译的话，一会儿被流到地下室的话就非常难受了。没错，手上移形也好了，大门密码机在抖动，但这个时候是不太能交的，因为密码机进度也能看得到，已经80多了，不太好走。是，尽量的去排一下吧，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不是满状态的人可以被他找到。找到了大副，但是也不敢拉出去，还是得防止小木屋的那台密码机被偷掉。但这边医生的位置好像是稍微的潜入了很多啊。看这边耳鸣是响起了，能排到吗？看到脚印。但香梦其实也不太敢离开小木屋，因为一会儿如果囚徒连上电的话，就等那个 CD 过了，连上电的话，一下子就能够补开了。但医生这个位置确实也是在小木屋被追的，现在就有点尴尬，碎石炸到了，一刀直接倒地。那这波挂地下室了。对，我感觉他回来的有点近了，其实，因为当时大副是安全的，其实这个时候对于香木来说手上没有节奏的。一个重金之托，应该是强行往地下室方向搬了。然后再上去把那个电给踩了。但是对于 ACT 来说啊，先知他毕竟是有带回光返照的嘛，这波挂地下室的话，大推的那台密码机是很大概率可以去压好的。而且刚好大副这边是摸了一个护腕，如果没这个护腕的话，这一局对于香木来说优势很大。对，但是这一局刚好西这边摸了一个护腕，那对于地下室来说，其实这里回头放个自然交易，然后打一刀。对的，难度不大的先踩住。不过11是先蹭上了这个自然交易啊。对。如果是打完的话，就会好收益一点。对。哎，把门开了，但是护腕下去，没想到。那这边想震一下，回手碎石没有震到，密码机已经压好了。是的。现在就想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打落一刀。打到一刀，打到是大副。对的，再给一刀可以。但是先知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可以一个双弹拉开距离，两个藤蔓先交出来，能不能扭掉？扭掉了，没错，而且先知的鸟吸的已经非常的多了。
对，达到了一个7成多的进度。前面碎石也没关系，地窖就在墓地。是的，但是大副要出门，应该是还要有一还有个藤蔓，再能溜掉吗？这边拐弯拐不过来，前面没有选择进板，而是回窗户去。再卡了一下模型，模型卡一下鸟有了吗？没有啊，还差一些呀。是的。 那还是比较可惜的，移形过来管门，但门口这边看到了囚徒的脚印，但是并没有看到大副的，想先把门给粘一下，这样的话囚徒在里面，大副应该也是可以走了啊，能走。对，没有办法再管了，先把人往小推的方向一挂。其实当时大副还是比较谨慎的，没有第一时间贴门，对，就怕你这个技能嘛。 正常来说就是前期追着追着，然后等到闪现好了，开个半场的咒术。对的，这样的话台球手脸上的人就是佣兵，前期确实是可以稍微逼一下他的道具啊，把他护腕逼一逼。但是3连这个地方板子很多，看一下直接是冲着佣兵的方向去了，稍微先拖一拖自己闪现的时间，然后再往中场转。 这边的话，看下中场有人修，然后一个反绕过来，好像拉近了挺多的身位啊，好像要绕到脸上了。脚印在脸上，确实绕到了。哦，那前期逼道具的一个空间就会比较快了。也稍微等一等嘛。毕竟其实没有闪现之前还是比较难拿到刀的。对，这个点位要偷袭远处的地方了。皮皮虾小门区域的一个密码机也是成功封到了。 对，然后这边再过来换追，是这样的话，前期就等于是干扰到了飞行家以及咒术2个人。对的，闪现还有10秒钟，我相信求生者也是有在计算这个闪现的 CD 的。是，然后把窗台给消耗掉之后，然后再去博弈这个短窗。就等闪现好了，然后落地找机会直接开。闪现过来给一刀。是的。 这一把确实也都没有带飞轮啊，就不太好规避这一刀。是的，但这个主球不好交，因为这一局其实皮皮虾的一个牵制，他是把猴省下来了，3层猴在手上。对，交主球的话，我是有机会去用大猴规避掉的。对的，而且你主球前期 CD 很久啊，15秒钟的一个打主球了，看这个线怎么给，哇，给的好快，弯的很精准。是的，那我根本没有任何牵制机会。是。其实如果说你打台球手的话，在你半状态以后就不太能够拉那么远的距离了。是。你可能得处在一个能够交出技能的这么一个范围内。没错。因为你拉再远的话，其实他用击球点还是能够快速去跟上你的一个位置。但至少咒术师下移他是有机会能够进行一个2-6的。没错，4层猴在手上，所以拦到了 BB 张。 一个主球抓到，弯到了，把他拉到最远。哇，好在说这个位置其实有技能还是能救到啊。不过他这里击球点回去退杆落地会比较快啊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拦到吧。能打个双倒，3人猴直接交。是的，很惊险。还好是椅子上是个咒术啊，对，不然的话落地是有可能说给双倒或者说直接被秒的。没错，再打一个主球，但这波的话没有3人猴就很难牵制了，没办法。 这一波有3人猴的话，哎，那就活了。但是你如果椅子上下来不交这个3人猴，你就双倒到这里，你也跑不到这个位置。先把人给挂上，密码机整体来看就2台半多。是，那边佣兵跟火灾还在进行一波调整啊，应该是想冲着偏平的一个方向去打了。是的，要去拉扯一下了。那调过来。 这边再封一下小推密码机，再打个主球干扰一下，是这样的话，主球就可以限制住求生者，让他没法进行破译。对，而且这个地方也拦截到了佣兵啊。佣兵这里一个护腕拉到椅子面前，还是可以成功救下来。就看皮皮虾接下来的这一波牵制了，手上只有1层猴啊。很难。而且现在还差一整台密码机外面。对，针灸的主球也马上好了，看一下这一波怎么释放吧。 反弹出来，可以再绕一圈，打个主球往外拉，但这个位置放猴躲掉了，躲掉，但是还是一个回弹的主球，还是抓到了。没错，没办法了，你再翻回去的话，你翻得再快也没主球跑得快啊。是，对，他惯性杆还在嘛，他有一段加速在的，哪怕你说你不翻，真的绕板子也不行。但已经没板了，对，因为你边上那块板被踩了，你只有脸上这块板可以，只有这一个了，稍微尝试一下。 那这边的话，小密码机没有亮，但是外围的状态也是调整的非常快速啊，是，全部已经摸好了。现在的话赶来中场找一下人，看到佣兵，
主球一抓，这边护腕一弹，哦精准躲掉。没错，它这个生成的时间还是稍微有一定的时间的，对，有个反应延迟，有个反应的时对间。闪现好了，也是选择直接开刀。对，很果断，就得这么打的这么果断。打调手千万不要说犹豫说省技能什么的。对，我有机会拿刀就赶紧拿刀。对，我这边拿完刀，下一秒就得回去把那头的密码机给封住，让他回退了。哎，但这边抓到你回来补密码机的一个细节，我皮皮章气囊还在有，气囊，看一下这边蓄力刀打掉气囊，同样人也弹走了，还不错。是的，还好是先弹出去才被对的打掉的。主球这边直接抓到，攻关刀，看一下，哎，没用，还是要倒地。还是有一波手椅节奏，而且对他来讲，可以继续把自己的闪现给拖好。是的，很果断啊！这波打了个倒地，他知道你外面密码机不多，因为飞行家当时在小推刚把密码机亮了，佣兵这边是看到你交互腕的，所以说密码机外面是空的，他知道。这波闪现把皮皮章击倒了之后，其实外围机子有点不太够。对的，小木屋那台一会儿也要被封了。对，现在可以去控小木屋了。对，能把你人逼走，但是这一波回去再骗，强打针对。是，但他把主球用到了小木屋那个方向了，让他干扰飞行家。那纯凭移速的话有点难啊，毕竟这边还有个气囊在手上的，而且这边的地形比较适合火灾的一个牵制的。对，墓地的板子都还在，对，敌方继续进行牵制，那可能要等下一波的主球好了。但是外面的密码机其实也已经破译到了70对多，，快收够了。如果这个主球能够关到的话，应该是要用冲动打倒了，就直接打倒，还有一波手椅的机会。没错。啊，密码机管不住了，这边把人先挂到红毯，更近一点。闪现的话，其实开门战差不太多吧？是。而且你这边火灾没倒去了，火灾可能就得往大房中间去倒了，找一个比较难挂的位置。还有这波球员打一手针对，直接电。另外一边的话，去大推方向，但是这样的话有点偏平地了。对，就不牵制了，主要是导远。然后另外一边的话，就让队友是赶紧交背包去点门。是的。那这样的话，真久的击球点可能挂完人以后会涨到4个、5个这样这个进度。对，应该也不太够。对，门是不太管得住了，就拉开一个对角线的距离嘛。是的。因为已经确定你是有张狂，然后也有挽留的一个情况下，只要倒到最远的距离，你就没有办法再管住另外一边的门了。没错。那这一局的话，也是一个平局收场，两场率也还是有，对，最主要还是没有说拿到特别大的优势的。就从视觉效果也好，局内的情况看下来也好，它的压迫感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说拿出来就会让球神这边猝不及防啊，对，很难受。选到了花坛，对，这个位置可以直接开追脸上的机械啊，但是问题是在于机械，它这个娃娃就是选择怎样的一个打法吧，因为你这个位置放出来的话，它。看一下，直接冲着机械师的方向走。皮皮章从最内侧开始绕，应该是想绕到前面的窗户区域啊，然后直接上2楼。对的，这边距离是跟不太上的，所以说前面双击你看能不能命中一下，不选择交，不想放，因为前面就是高低差了。对，担心会空掉，板子下了。而且一个高上了个差的双球，对，那这个节奏很舒服啊，有可能第2段是直接可以引爆伤害了。对的，压力很大，所以选择回身，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交了个机械傀儡卡位。是的，那绕场谢幕也得交，还在绕，哎，不对，但另外一边绕下来了，是直接跳下来了，没有看后面。对的，甚至他都没有感受到娃娃掉的这么一个节奏啊！我觉得你在上面等着，你至少得等到这个娃娃它成为存在感了，你才能确定跳下来。是的，移形过来，那这波娃娃可能要卡自己的位置了。OK， 自动门，但是娃娃本身就携带2颗球，所以说这边上球速度非常快。是的，这边再回身再放一个，只能，哎呦，来不及了。这一波其实他再回这个楼梯的话，就有点那种什么呢？控人娃倒，控娃人倒，双控双倒。他把自己想成一个开关门了，但是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身位再让他去控这个娃，给自己让路了。是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把娃娃也是先挪开嘛。
然后先去破一下密码机，这样子整体的进度的话也不会差太多。因为其实前期拖的一个时间还是比较久的。对。前期的话，因为我们先看看这波手椅，是一个无伤救，然后救下来再打了一刀。双王金使是交到了玩具商身上一段啊，第二段结实只差一个白色的金价标记，还是成功的引爆。对的，但是前面的话是交过技能啦，所以说给到的队友的信号就是，哎，我可以来尝试尝试。是的，一会儿倒地的话是可以考虑摸一下玩具商，或者说继续破译的，看一下求生者这边怎么选择了。前锋也是提前过来 OB， 交了一球小陀螺，但是没有撞晕，因为毕竟带了张狂的，直接回来签。他毕竟是带了张狂嘛，有一定的耐受力。主要是他红烫断了啊。那这样的话还是比较可惜吧。看一下下一波的救援完了以后，还有没有继续 OB 的机会？中场有一台1产啊，拉球躲一段双惊喜，然后给上一颗球。是的，那现在双惊喜进入 CD， 看一下前锋要不要利用这段时间来救人了。没有，还想再卡一下淘汰进度。这波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多拖一点外围勘探密码机的进度。拉球到椅子面前，哇，又是一个双救，救下来以后再吃了这波刀。是的，机械师应该不太好保了，我感觉前锋要不去调整状态吧。因为其实这边已经暴露了带了一手张狂嘛，那大概率的话，后期有可能没有挽留。哎，勘探员上班，勘探员来了，2个人轮换着上班。对的，这边甚至还没倒就已经交出了第一个磁铁了。第二个磁铁好像有点吸了回来，但是把人放下来了。但这样子的话，2个磁铁的时间如果都是这样子，其实是不太够的。看一下还有没有再放一波的机会？再骗得骗呐，这不骗那就没事了。对，是直接触发了，但是也稍微拖了一定的时间。对。但是其实最后一台密码机很可惜啊，就只差20%了。如果能够稍微吸下来一波的话，是有机会能够拖够的。对的，这样子给到一刀勘探这边是没有办法反照的。对，手上还有一个飞轮，磁铁是全部交掉了。那这一波飞轮能否清空伤害就很关键了，没有清掉。求生者这边被迫要再过来救援一波啊，很有可能月就逮着这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一个点来打针对了。没错，因为他这局在选择是直接通电。是。那这样子的话，看一下能不能排到位置啊。先到门口附近看梅尔明，这边的门是没人的。对。要不双手惊喜先定一下位呢？但是现在 CD 确实是比较久啊，不舍得定，应该是要准备移形过去了。看到另外一边的点门了，应该是这边排尔明还在排，他知道有人在压，哎，找到了。对的，耳鸣的范围应该是能够察觉到的。对，能察觉到，还在排到耳鸣看到人。不对，这边要给压力了，要直接点这个门，让玩具商回来尝试救一下。乌草这波要站出来扛压力，但他道具其实很少，一个跳板飞过来把人救下，但是救了以后，勘探要走，哎呦，空中的人失误。勘探走地窖的话，前锋必须要快速点门。对的，门好像是能点开，但这个直接切成兴奋，只吃了吃2颗球，那没事。对，如果说只是1颗球的话，会有机会操作一下。没错，也是反应非常的快啊，最后关头切了一个兴奋。如果这波被控到的话，还真有机会让他往地窖的方向去转了。因为飞轮是好的。那这样子也是又达成了。那就期待一下吧，看一下新澳梦的台球手的熟练度如何。看下去，所以说还是选择在这边去，他只能被迫去让幸儿多开一个箱子了。对的，就多补充一手道具。而且大房有个好处，他一般会刷2台。好的，这里是直接在小房出生的台球手，看一下他往哪边走。先去中场，干扰一下其他人的密码机。他最终的目标应该还是会留到小叶明那边的星儿身上，因为他现在反正也是等闪现，我尽量去干扰你们破译速度，然后等我这个闪现。哇，这边一追2吗？对，2个人都被逼着跑啊，感觉跑位是有出现沟通失误的呀。是，这样的话前期的密码机很亏啊。因为只有古董商在破译，小叶明前期也是在翻道具，而且1追2有个问题点在于说，你们肯定会有个人修这台密码机，所以我选择直接把密码机封住，然后去追一下古董商。那你总不可能说2个人都要往外面去破译吧？那样又要跑很远的图。没错。哎，果然是那台不修了，你看跑图了呀，往小房跑，你看到现在你才没修上呢。是的，那你这样跑的话，其实也跟在那边修被回退差不多了。是，因为回退一波也就10%几的一个进度。
这边古董商其实牵制能力是很强的，因为毕竟带了双弹飞轮，闪现已经好了，看一下今天这一波飞轮，这个闪现不太敢交的呀。是的，这个位置是个拐角，所以说很容易被求生方一个机关消给打断的。下在板里面，怎么说？还在骗，但也没有交这个飞轮。但其实这波是让星焰这边多拖了很久的时间啊，因为他就想着说吃一个闪现没关系的。他想用这个飞轮留到后面再去操作。对，并没有想那么多。是。先把小房给封闭一下。对的，那前面。但是因为前期仙妖梦干扰的很久，哎呦，骗到了一个飞轮，提前交了出来。那前面有个主球的机会，拦截没有拉到，这边有一个可以2棍给到，那这样子活了呀。2连棍再次进板，还有6秒钟的止戈。仙妖梦这里主球15秒的一个CD非常的久啊。是的，非常久的。然后板弹出来，这边再拉开前面的点位，还有个单板。等止戈快要结束的时候再转下一个点。是，这个地方没有闪现，只能去等下一波的主球了。来了，主球，这个位置应该就完全躲不掉了，比较狭窄，没有机会。但是为什么他为什么在踩板啊？他其实直接从右边放下来打就好了。那这2棍补上，又有3秒钟的止戈可以转进下一个点，不太对啊。这个不太对啊，虽然说有接到节奏了，但是。前面还可以翻吗？冲翻过去了，也没有打到。密码机已经3台多了。对的，再过来主球有，可以再翻板。主球什么时候放呢？但这个位置击球点只有1个了，2块板全下，这个地方不太好拦住了。连上还有，但这一波有点远，又给了一点身位。是的，还行，打倒了，至少是打倒了。但是密码机已经没有什么机会给他控了。对，而且这一局求生是有2个化险为夷的，对，我可以完全套入化险为夷，然后去开密码机跟你打这个开门战。他2个化险为夷就弥补了没有回光返照这一点啊。对，这里11已经贴了过来，第4台、第5台已经很多了，2台都达到了6成。那就看一下求生者这2波救人嘛，都稳救下来的话，仙妖梦大概是不太好控了。是的，5万弹过来，先拿一刀。古董商利用板弹先往外拉，这样的话，小房那台密码机也是再次回退了1点，但是影响不大。下一个化险为夷肯定是能够修过这个50%左右的一个进度的。前面还在求封路，但是没有线了，所以说给不了一个远程，但是同样是给到1刀也行。可以看到佣兵那边是翻箱子啊，应该是准备给古董商运道具。那这样的话，让病患过来救援。远程的密码机1个人修吗？我觉得他就把箱子把那个道具丢在这里了。对，但主要是要躲主球。是，他就是说远程密码机最好是要不一起修，或者说什么之类的。有可能是看打2个人扛刀了，有可能是准备2个人扛刀。2个人扛刀吗？对，2个人一起救，这样的话保证密码机能够脱够吧，而且把道具给到古董商身上。有闪现啊，其实我觉得没必要这么打呀。是。就尝试一下呗。如果把闪现逼出来的话，开门战是不是也有点操作空间呢？过来扛刀，护腕已经丢到地上了。是的。摁扯，其实2个人可以摁扯的。我觉得让病患救就行了。救下来了，护腕捡到直接弹。看一下一个板弹拉走，主球已经交掉了。这波主球那只能回头去管门，但2个人到门口，我觉得得拉开，2边都得拉开。灯笼门这里。非常不着急，手上道具倒是很充足，但是被骗出来了，交的有点着急。是，这个位置其实他们第一时间贴门还是有点着急了。这个位置病患其实往左边那个方向靠，他是不会被架住的。但他在右边这个地方，你提前把板下了，你就没有办法了，你就只能被架住了。是的，但另外一边的话，其实星焰也点上门了，而且佣兵手上已经没有护腕了。不应该让星焰点门吧？星焰点门的话，其实这里有点危险啊。星焰排过来，手上没任何道具，有个单飞轮，然后选择滚回去。是的，然后椅子面前好像有人想贴啊，11这里过来来得及救吗？可以成功救了下来，替身还有钩子，可以直接拉走。那这一波被救下来就很亏了。对的，闪现交，但这个时候交闪现的话，其实另外一边也不担心，那边应该是主球一直在限制着闪门的一个开门是。看一下，还是有古董商在点啊。是的。那这个门不一定能开啊。小叶明在中间这里卡着，又一波上球。主球要交了。对，这个主球应该是。哎呦，抓到了，但是把人放出。他抓到，但是
他中路好像没管他，他是在管自己啊！他担心病患，哎呀，还真被救下来了。小猛一心多用，他又想去管那边，他其实先把这个人优先挂飞，我觉得也可以啊。他主球抓到了，并没有去选择一个很好的位置把古董伤处理了，他想回来守乙。已经急了。那这下彻底没招了，这没办法了。一个反弹，还好地窖不在这里啊，不然真还有机会4跑呢。挽留马上结束，这没有地窖，但是3个人出门的话，那是给到，恭喜 ACT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确实太惊险了这一把确实，这一把感觉，还是监管者在追击的时候。如果在这个一宙的契约没有形成之前的话，能够率先击倒，无论击倒哪一个，对于小轩宝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。还是要看击倒节奏快不快。如果击倒节奏快的话，那这把局势至少是一个保平争。选择在了中间的上方红蝶亭位置啊，选择红蝶亭，比较激进一点点，像是末地的咒术师以及中场的飞行家。先追，感觉还是先追医可能吧。要找咒术师的话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，上来的话呢，有一点点的小卡住，不过没事啊，没有进 CD， 还是先去驱赶一下中场飞行家的破译。到中场方向，然后再左拐的话呢，去找到飞行家在 S 版的方向，然后3叶的话2楼下，这个回速的话，反而说是丢失了追击目标啊！怎么追到一半突然想回去看一看呢？哦，找到了永次郎啊，上来又成为了依次追击的这个目标啊。对，这边是携带了一个弹射牵制天赋的，所以可以进行一波拉点。看看这一次他的这个牵制能不能证明自己。2块板子全部拍掉。这个地方的话逼迫踩板，翻过去要博弈，翻，哦呦，有点小惊险，但是没有关系啊。手上还有悬停，是可以进行一波转点的。对，这边是个空地啊，歌剧演员也不是很好去追上，所以选择直接交手一行。那前面板子要搏一下，直接过板，没有反应过来。不过好在是 B 技能了。对，这边利用窗弹再次进行一波拉点。是的，然后这边有车，但是这个车会比较近啊，你可以选择上假上吧，感觉是一个。对，假上也快发动了。对，假装上车，因为上车的话是必倒的。然后小元宝这边心里也有数。回到刚才的 S 版这边还可以有一个板弹蹭，然后再往双11方向转，能进去吗？能进去，板子还在。永次郎这一波的牵制其实是已经溜得不错了啊。对，这边已经来到了一个1分30秒的时间。对，现在其实就是多溜一会儿就转一会儿，然后现在自己喷气背包的一个冷却又转好了，直接再走空地。这边还有机会能转进墓地窗的区域。是的，牵制没什么毛病。这边星辰过来帮忙。交一个电，给一个安全的身位去翻这个窗，掩护一下飞轮，再翻，给到一个实体刀，我的有点危险呀，这一波有点危险，还好有肌肉记忆。对，感觉这个必要性不算特别的足啊，因为歌姬玉他毕竟出刀会比较快一点。是的，现在小轩宝的话呢，影月也有点断了啊，前面永次郎还是可以有一波牵制的机会。对，而且点又，哎呦，怎么又失误了？永眠阵仗进到前面板区还可以再搏一下了，是能进板子搏一下，或者直接下的话逼一个踩板，然后再转窗。这时候窗弹还没好，但是出去的话车在这边等待好了。这个车甚至没坐上，差了一点点。好，那医生咒术师已经2个人一起来帮忙，签订契约过来保一下，3个人扛到这一刀。打到了医生，永次郎还能活，要不干脆换出医生得了。要我说，现在换成医生的话，一咒体系就真的成型了。对，你不追的话，早晚也是过来。也是。对，已经成型了，其实。但这波卡位没有卡住，就看针对刀。对，这刀能不能打到？扛到了。星辰这一波又帮助永次郎多牵制了一段时间。但是永次郎这边呢，选择倒在 S 版了。是的，这个板子是没有办法翻过去了。对，他不和星辰走一个方向，因为星辰现在有事情要干的，他要去找一下医生了，去进行一波治疗。方便后期的一个陪跑嘛。没错没错。那依旧的话，肯定是由凌云来的。凌云说：“你们打的这么热闹是吧？我这密码机修的，我这手都有点疼了。”是的，密码机现在来看的话是肯定够的，因为破位加速都已经快出来了。是的，而且飞行家它是有个过往反照的，而且这还没有结束。最关键的是，我救下来以后，我还可以去进行一波陪跑，你还要面对咒术师的猿猴咒像给你的压力。是的，咒术师过来去救这波人，没有让佣兵来，让佣兵去选择修机了。但这边的话，想搏一个震慑吗？还是搏一个针对刀？能打到吗？针对刀打到了。那咒术师现在要被迫进行 OB。对，咒术师得保了，因为这波的话亏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啊。过来选择快签，那这样的话是扛到这一刀。那手上还有猿猴咒像，是可以教自己的技能。断影了。再打到这一刀。对的。
这边会不会再交一个猿猴咒像会好？确实，我觉得还是交一下好一些。现在有点追不上了，这个快签还是有用啊。签的快就代表你签完之后行动的就快，是的，对吧？我就起跑就快人一步。那现在的话得安排凌云过来救一波人了吧？密码机是肯定够的。凌云这一台是少的，然后他要是管凌云的话呢，宙师要回去救吗？可以2个人一起救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医生自己去破译阁楼下的这台密码，或者佣兵自己破译，医生也来了。对，医生和宙师都来啊。哎，谁修2楼下呀？现在是医生。医生破完红蝶体之后来补2楼下密码机，医生因为这边宙师是有猿猴咒像嘛，是肯定能保住飞行家的。没错，是的。但是宙师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自己啊，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段影还把自己的猿猴咒像省了下来。是的。现在手里只是有一个移形，而且现在密码机已经压好了，宙师其实可以和飞行家分开跑了。对的。还能匀出来人手去贴门，这边给到一刀，密码机选择直接点亮，往独栋方向走。选择往中场方向走吗？还有一个走地窖的梦想，有一个走地窖梦想。中场3板是没有人用过的，在这个地方，残影留的位置有点歪，勇次郎可以直接翻了之后的话呢，回速回歪了。那这一侧的话，这个地窖得提前卡住身位去拦一下。门已经开了，3名队友的话是随时可以走的。选择踩，翻过来，反弹还没好。抛出移形加点。对，假装，但不太敢贸然钻过去。对。就看下一波能不能把自己的反弹拖出来。是的，现在是勇次郎的一个个人秀时间，还有11秒的时间。翻过去再翻，哇，那没办法了。这完成了一个3跑。是的，那第一波的话，永眠阵完成了一波3跑啊，这一波的配合 X Team 打的还是非常的妙的。对，也算是留到后面的话，你的控场，你就想我们见过很多局，他没有医生都控不住场的情况。那你有医生了，那你就有医生更控不住了。对，就原来没有医生，咱们需要2个人汇合去摸一下。对吧？那现在有医生了，如果你打的是医生，你不死追他的话，他不需要叫队友，2个就得打的团队点。刚好堵到了他比较想追的医生。我觉得既然如此，这就是命啊，是吧？那逃不掉追击的。对，不如你就是直接追他就完事儿。虽然说前期击球点不太够用啊，但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，甲门方向肯定上来是月怀的医生要扛一些压力的，就看他是直接平地开追，还是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干扰一下，然后再等闪现再追。这边已经看到医生了，还是决定想给点压迫还是要控密码机，打一下自己的击球点。对，因为现在他只能赌，就是医生他给平地刀机会，但一般不会，一般很难啊，因为弹手手说想给一个平地刀还是比较难的。想突破一下这边的木偶师吗？还是说再掉头找一下红蝶亭的这边的粉球？真的就不理医生了吗？还是说在积攒他的一个击球点的同时，再等一下他的闪现？但是他这波博弈还真让他博到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的弓箭手他携带的天赋是化险为夷。是的。这密码机有封到吗？好像没有封到吧。但是这件撕裂也没有补到。确实，看一下吧。前面有个板序博弈的机会。一个秘弩好像平地有刀了哦，平地有刀了。而且他还是个化险为夷，这事儿对于监工人来说还挺赚的。这边是有闪现有主球的，看能不能把这个闪现省一下。这是故意下来的吗？推杆的位置有一些没有那么近。封到了，密码机是封到了的。对的，没问题。那就是纯弓箭手博弈亏了。来一个一箭穿心。新箭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有机会能吃出闪现。对，弓箭手这一局他是，主球直接收了闪现，省了下来。对，没吃出来，给到一刀带走了。弓箭手这样的话，其实溜的还是有一些小问题的啊。对，而且这边倒地的位置也是比较好，方便这边抬手去控密码机的。对，密码机的话，就看墓地那一台是多的。目前来说，闪现在手的话，你想给弓箭手提供一个2-4牵制空间也不大。这波手椅的话呢，大副已经提前蹲好了，然后远端月怀的密码机呢又没有办法控，然后墓地密码机又已经点亮了，所以这波其实也没控啥密码机，是的，就正常手椅打一波逼救。他还是想先稳平，我觉得。球吸回来，这样子不让你倒在墓地里。对。给到一刀，而且弓箭手这一局没有回光返照啊，然后再封一下这台红蝶亭的密码机，等一下不着急闭合，你没修，闭合了，
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现在弓箭手这个点是不是救下来之后要不要保一下？毕竟咱医生都在那待着呢，你说不用白不用呢。现在有个问题就是，如果你真的要保弓箭手的话，你可能能扛到这一刀，但是你扛到这一刀了之后，我台球手有击球点，那我就可以凭借我的自己的一个击球点来回横跳之后，再用闪现击到你这边的弓箭手，相当于扛到的话收益不大。是，但是医生的作用。就是你如果说不扛到的话，就只能说是保平更容易了，一个治疗的作用了。对，就治疗保平更容易嘛。后期控场不好控。月怀这波过来就既然来都来了是吧？对，来都来了，可以尝试看能不能扛住到。对呀。好，变路。淘汰进度比较极限。能打到这一刀针对刀吗？先上撕裂指。主球出来的是医生。哇，闪现。主球把医生收了，然后闪现牵弓箭，这个闪现留到现在是真的是有用啊！对，而且现在弓箭手淘汰了之后，场上密码机甚至还差近乎2台整电。确实，手上7个击球点用不完。对，小地图是真用不完，不像有的地图是吧？你赶路就得先交4个，还没到。他可以随便的去用自己的击球点去创造封闭领域控密码机。对。主要是现在雨梦其实打得很轻松了呀，其实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对完成了一半吧，完成了一半，因为开门战的话还是有一些说法的嘛，就是毕竟现在剩3个人就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了，大不了我留闪现，最后再留1个，这是最坏的结果。对的，确定红蝶停密码器在抖，知道你医生在这边修机。过来先打医生，那你打医生一刀就要一直追，要不然白打这一波。对的，医生这边先用了一个药物增效剂。然后开始追，开始用针直接扎满，扎到一个3/4状态。个小短板的博弈，医生这边博弈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不太敢翻。飞轮顶掉再翻，只能追了。对，不追的话就白打了。而且医生这一局没有回光返照。打一刀。治疗进度是继承的啊。是的，手上还有最后一个药物增效剂，看能不能极限回上一波血。是的，这边再控一下。大副的密码机，而且现在手里还能匀3个击球点来去管医生。他预判医生是直接转中场了，医生直接3板开扎了。那这一针的话是有概率能扎好的，有概率的，因为还有一个药物增效剂。主球，主球，但是已经先扎好了，再被吸走。对，最后一刻扎好了，吸走了。对，药物增效剂补了一下，再上车再追，密码机快够了。对，这波医生他真的是把压力全部都扛住了。是的。要么说追医生也没有那么简单啊，没有红光返照就直接通电，过板打主球，击倒医生。这时候门也是刚刚点到啊，而且点的话是学校门，离得比较近。小安直接走了。好消息是大副这边的话手上还有2块海神怀表，所以是不太担心的。对，看一下这边门没有人，然后想办法往墓地方向走一走吧。自己的闪现还差11秒。是的，想看一看。好像想稳一下了，感觉。对他有一些害怕有求生者过来回声点这边的学校门。对，想稳一下了，因为毕竟3人开门战保个平局，说实话任务完成了，对，也没有必要再去争什么。刚才如果去墓地门的话，墓地门应该是开不掉的。对，但是还是以保稳为主嘛，就是先排学校门这边会不会还有求生者待着？说白了，3跑没必要，队友已经3跑了，是的，没有必要。一样，非常吃角色的熟练度。对，其实就是，小玄宝他是逆地图在拿角色，对，这本身就会让他打得不舒服。但是的话呢，你想打这套阵容，又想去争多，又只能可能从4大天王里边去挑，所以这一局的话没事儿，人家博小阳本来也不是一开始就要追的呀，他是可以，他是攒愿力的呀，被求生者破译，积攒愿力追自己想找的人的。我感觉应该进入比赛画面啊，凌云那边肯定是不去考虑的，难道说要逼块表再走吗？有一点这种想法，想逼块表再走。这个表交的好果断呀，这样子是很赚的。对，对博小阳来说，就是我啥也没干呢，我抬手一块表被骗出来了。对，交表不杀，那这样子的话会去找一下小门的永次郎。永次郎这是在人皇期大胆，直接站出来扛压。我的天哪，早6就会愿力更少一点是吧？对，你要是晚6的话，那一个牢笼接着一个牢笼，可能牵制压力会更大。是的。跟酸，这边是在是博弈拆龙，然后看他出刀松手钻龙。对，但是还是拿到这一刀。是的，感觉上来说不是很好溜哦，讲道理。主要他是一个弹射的牵制天赋，没有位移能力。
弹一下。没弹到笼子边缘。这个眩晕时间是不足以让勘探员拆掉笼子的。是的，倒了呀，这个地方。哎呦，笼子正好消失。小轩宝这边觉得勘探员携带了一手飞轮，想让他等勘探员释放了飞轮之后再出刀，反而说完了，这怎么是个单人间啊？这个。那就再补上一个双人间，但是没有选择。是的，逼闪了。哇哦。那对于永丧来说，这波牵制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呀，那完成的太好了，把愿力逼出来了，又把闪现吃出来了，又不干扰队友，然后1分半倒地，甚至手里还有道具。对，我的天哪，好亏啊！感觉小轩宝应该能提前20秒左右能击倒的。对，他是太担心对手是一个双弹飞轮了，他可能想到永次郎自信，但没有想到这么自信啊。是的，这边第一波是木偶师过来救援。哦，打到了，那这样救不了了。只能说是星辰这边配合木偶师进行一波救援。先路易吗？这波救援开龙压力的，直接拿状态。开龙逼他去打。对。其实的话，木偶师的路易会消失的很快啊。其实可以再等一等再上。哎，这波有没有可能园丁会过来打一波拆野套路呢？因为永次郎这个牵制点位是到小门角落去的。已经在打了。看来这意思小门只有1把椅子。但是弹射天赋的话，你想去点上3点快摇，可能天赋点会有点不够，比较远。对。星辰现在看看是要修这把椅子，那就赶紧再回来。回来，你要修这把椅子，我就回来。回来，我一会儿虚盾要拆。虚盾，然后压椅子，我还不拆了，我压椅子。等你签了之后我再拆。对，你不拆它就越爬越远，不是你要不签就越爬越远。是的。那这波可以说是铁定能咬下来，因为永次郎现在的位置爬的双龙，双龙拆2个笼子，感觉有点机会。有没有机会能挂上？拆第2个笼子，咬下来了。椅子拆不拆的吧？其实。区别不大，除非说是你现在直接换抓园丁，你要是现在还不知道换抓园丁的话，那可能这个园丁体系，我说实话，我感觉现在已经是有点毁了，有点毁了，真的就是不管他现在做什么，现在最毁的是什么？你要是真的换抓园丁，你看星辰手上有一个什么香水？对，而且你再看看这个密码机，这密码机你现在都不容得你去换抓了，杀最后又换一个满挂，对吧？而且全员回光返照，难啊。太难了，吸一下，这个地方愿力已经攒满了，但是没有什么机会放一个单向龙，可以吗？感觉小轩宝现在这边已经在为开门战做铺垫了，这铺垫有点早，不是主要铺垫满了呀，愿力铺垫满了还能，又不会再涨了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密码机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差10%。这个笼子是想。被拆了，对，还是可以去打一套体系的，还是挂不上，大概率是挂不上。我的天哪，太痛苦了！折磨。园丁起盾，大盾，然后压椅子，爬到了空气，但是永次郎暂时爬不出去，直接强拆，已经压好了，给到一刀。椅子的甚至是他开好了的，这个距离应该是也是能摇下来的，摇下来了，对的。就没招了，现在就是一整个回光返照直接通电，哇！这把椅子刷点不好，只能说对于姜伟来说少一把。这双板这应该有算是其中一个因素。又单人间了吗？单人间了，赶紧补上一个笼子。哎呦，等一下，这一下击倒了，但是离椅子非常远，而且这边探员是有一个自愈的。挂完就来不及了吧？挂完就来不及，挂完来不及了。不仅挂完来不及，你还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挂。是，这椅子痛苦。还得再修一波，没事，这回能挂上，起码，能吧？挂上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就算摇下来也没事，不过。好，那这样的话 ，X Team 在第2局上半回合又完成了一个3跑，而且歌剧也不是跛脚羊，就意味着歌剧它追牛仔的速度一定是比跛脚羊追园丁的速度要快的，尤其是在处理 OB 的情况之下，歌剧的追击更加稳定一点，配合自己的闪现，他甚至可以携带一手风窗快踩，而且还有一个把追击拉满。还有个问题，而且其实你看，它这个中场体系除了牛仔，也是有昆虫的虫群来帮忙的，没错，对吧？但是说实话，因为我这边是玩昆虫的嘛，昆虫这个虫群，它对于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。那牛仔的选点是赌对了，那压力的话呢，在小说家身上，是的，就看夕阳这边要不要直接头铁选择追击小说家。好像换了，要破体系还是追牛仔？我觉得思路是对的，就破你的牛仔体系，思路是一点毛病没有的。
牛仔这边直接一个短暗钩拉开身距，勾到板区。也可以看到昆虫的虫群是已经在操控了。想来帮忙。牛仔的话单体牵制能力有，但是他这种拉距离的就是角色，他其实割卷也不怕的。哎，是的，你只要留一个隐喻，然后加注点位的话，就很难牵制了。对，莫说你是牛仔，你是佣兵又怎么样，对吧？我该追还是要追。拿到了第一刀很快，但是隐蔽这边是断了一下。没错，但是断影月拿刀也是挺赚的，而且就意味着现在很难牵制出闪现了。没错，虫群来辅助一下哦，哎，断影了，非常好，哇，可以哦。对，昆虫能打出这样的辅助效果的话，非常厉害了，很棒很棒，真的很棒了。牛仔再次勾一下人皇的密码机，这边是一个昆虫想帮忙扛一刀吗？对，飞轮顶刀。哎，这一刀居然没有打到，那很赚啊！昆虫这一波，前面的话看能不能闪现击倒。飞轮预判了，残梦还能牵制。是的。反区哎呦，差一点。是的，其实你就割卷员就这个特点，当你觉得你成功了，他的下一波马上就来。你需要面临一波博弈接着一波博弈，对，这连续博弈上2、3次都能成功之后才能牵制起来。他强迫你博弈，对他真的是在强迫你博弈，就还没开始庆祝呢，下一波已经到脸上了。没错，就不像其他监管者是吧？这要刚才守夜人在那空闪了，那真是可以庆祝了。对，直接外侧压迫昆虫学者的破译，然后再引回速。回速过来，这一波救援的是小说家。那现在的话，场上好在是一个3个化险为夷啊，化险为夷数量还是够用的。小说家这波想换位砸吗？没有，还在尝试去卡一下团派进度。这波有个换位盖板的机会。换位砸盖板。是的，但是你看大家都在他陪跑，密码机谁来修？对，这个也是个问题。虫群堵一下路。重新再收。但是没事，先把人保活再说吧，想那么多，对吧？跟着翻，那这样昆虫已经去修了，这个板子还在，但是踩完这个板区之后的话，下一波转点就没有那么舒服了。对，因为现在要往墓地走了嘛，往墓地走，然后交钩赶到墓地的板区，前面提进板还有2次牵制，墓地的板是要必踩的，只能踩，只能跟踩，没有什么办法。这波2次牵制也算是很成功了，很成功了，主要保进墓地了嘛。过来，哎呦，难受，被击倒。对，这一波的话是没有等到夕阳先冲刺再去翻。哎，是的，墓地这台密码机，觉得还是决定挂在了这台捕鼠器的问题。对，但捕鼠器的话好像能抢亮，有机会，因为这个好像抢亮了，抢亮了。对的，对的。这一局的话，有些机会密码机够。但是呢，牛仔没有携带火光返照，但是没事，有化险为夷，后板刀博弈到了。但是这个因为只有2个人在修啊，是的，密码机数量也不得让小说家1补2，昆虫学者再去破译一台密码机。是的，牛仔这边能不能再努力一下？还想堵住，堵住！昆虫这把真是尽力了，完美辅助啊！昆虫说。你就当是为了我努力一下，是的，牛仔在尝试利用自己的身位去卡一下隐喻。哎，飞轮交换位置，能卡住吗？直接闪现击倒！我的天哪，真是燃尽了，但是没有办法呀。对，最后那台58的密码机实在是抽不开人手去破译，实在是没人去破译，因为刚才是2个人补3台机，而且昆虫这一局说实话。我觉得他真燃尽了，他做的虫群能把歌剧演员弄成这样，干扰成这个样子，真的是很对，只能说是没有办法。因为牛仔的话呢，牵制歌剧确实也是一个弱势博弈。没错。小说家击倒，那密码机的话呢，已经在补了吗？没有，在新起了。新起了一台。小蓝这那边在新起。一台3连密码机。没办法，其实就感觉有点顾不得这么多了。大家的首要目标都是要保证牛仔活，因为前期贡献出了太多资源嘛，空中学者现在也是没有道具了。这边下铲，引力回速过来，昆虫现在是真是燃尽了，从道具栏也可以看出来啊。哎，有点小卡脚，能无伤吗？不能无伤，就看这波2次牵制吧。管密码机去了。但守门人这边还是有一波一个满铲，对。主要是对于求生者来说，就想想怎么样3人3跑。
对吧？因为你开门战，夕阳这边得再补充一个道具才可以。空中学姐现在作为一个白板牵制位，肯定是显得能力不足的。对，而夕阳这边是有闪的，最关键是怎么样在没有化险为夷的情况之下，对方有闪的情况之下，开门战能够打成一个3人3跑。是的，他现在已经切到传送了，就他现在是不止于说要拿一个3人3跑，然后是要保下一个多抓的。对。哦，对，底牌已经切成传送了，那就直接带走空中学者。那我觉得如果真能打到开门战啊，好像很难打到开门战，现在因为对3连密码机没办法，有可能要4抓。对，如果能够打到开门战的话，起码手里传送比闪现好一点，对于求生者来说。哎，没错。但是难啊，现在感觉甚至是一个4抓了。2名求生者都在脸上，但是换位还是不，哎呦，还是没有办法避免被击倒的。对，进步了一下。回去再来管一下小蓝的守墓人，能其实救到吗？这个距离大家也是打得挺节约道具的，好像救不太到。直接扯。哦，可以救下来守墓人，但是没有自愈了。昆虫这边因为手里也没有什么道具，只能靠博弈翻回去。可以，昆虫还在秀，有一个蜜蜡的加速。再来这一波应该翻不了了。没有办法了，小猪家那边也交了自愈，然后还在抢密码机，但这时候的话可以先挂昆虫，守墓人只能等待回光返照才能起来了，因为他是没有自愈的。75%的进度，一时半会还没有办法充电。是80，牵起来了，那直接挂得了。而且看到你4号密码机是在抖的，是确定你小回家的位置。对，我挂上之后，我再去找你的小回家，没什么办法，也是能击倒。过来到4号机，但是小猪家已经走了，往红毯方向。但是脚印漏了。这边是一个化险为夷的小回家，是没有什么牵制天赋的。是，就看这波博弈了啊！博弈选择直接盖板的话，没办法。矩阵射击倒，完成了一个4抓，完成一个4抓呢。这样的话也是要恭喜 X Team 啊，挺进到败者组的下一阶段。对的，第2轮。是的，那只能说。被对手给扳掉了，然后没有太好的一个机会去选出来，所以这一次的一个深渊能感受到他是非常热衷于选这个角色的。是看一下他的一个节奏感真的是跟其他监管不一样的，他是很需要你自己去掌控好他怎么样自己用这个接球点的规划，我用多少的点去追人，多少的点手椅，然后封密码机。是的。好，看一下他前期的一个追击选择嘛。对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台球手的话，他还是需要去慢慢的推进自己的节奏的。基本上还是要看自己的一个一阶跟闪现的一个使用。是，前期可能就是属于一个先驱赶的一个节奏。同时看能不能顺手也封一封密码机。没错，直接是交出自己的一个接球点。应该想要去逼迫掉求生者，把这边的板子都给拍掉。先消耗一下资源。是。这样的话，进入到空地，其实，是可能需要去变身了。对，他这个位置就比较危险了，因为板区资源已经被踩掉了。现在要强行变身进点了。还好，叫路易格挡一刀。这样的话也是，东玄这边的存在感比较多了。是的，他选择先优先封锁密码机，然后等自己的一个技能好，可能配合自己的一个主球再进行追击。是的，现在一阶已经开启了，包括说自己的技能也马上好。是的，移速也叠起来，这个路易感觉还得交。看一下主球有没有释放的 C 空间，想打一个交互球，但这根线没有拉到，可惜已经翻出去了。那木偶师这边是防的非常好，看一下能不能路易挡下闪现，还是被骗到了。对，东玄这边的话有个很明显的蓄力出刀。是的。那接下来这一波可能就比较难去进行牵制了。木偶师的话，他其实已经牵制的比较到位了，每一波的刀都防得很好。但比较可惜是有一直干扰到红内廷这边的一个密码机。对，就本来我是已经63台了，但是呢，他因为提前的去退了我这一台，所以导致呢现在只有一个2台半不到的进度。是的。看一下西区这边先在外面去卡一卡。像佣兵的话，他救人还是比较稳健的。可以远程一个护腕弹到以前。对，也不是很怕你用主球把我卡过半。是的。一个主球。那这样的话是一个无伤救人，很赚啊。是的，不过他这样的话也是达到了一个针对隔绝了木偶师在进行2次牵制的一个想法。是的。对于求生来讲的话，他们这个节奏其实无伤救人去往平局的方向发展也是不错的。是的。
主要外面的化险为也比较多嘛。对。下一波如果让魔术再来救一下的话，妙瓦基的进度还是会比较多的。而且其实咒师他这把还没有进行一个发挥嘛。等下可以考虑说让魔师开一个化险为夷，然后木偶师倒一个角落，再把咒师叫过来看能不能进行一个陪跑。东神的话也是想着你肯定是要往第2个化险为夷那边倒啊，所以说我把你往远挂一挂，再去管一下西区这边的一个密码。对，他等于是同时守住了独栋跟红蝶河的一个密码机。是。但满状态的话，也是说如果继续让佣兵救也可以啊，毕竟下来的话木偶师是有牵制能力的。确实，这样省一个化险为夷留在看门站可能会成为一个伏笔。是的。这边淘汰进度其实还蛮充裕的。对，主球的话是选择交给了外置位的魔术，强行开一刀佣兵。那看一下木偶能不能进行一个3-6了。但只要他下野之后把这段变身已经交过了，一旦东玄这边踢进身位还是比较难牵制的。是的。看一下金闪闪这边能跟他有没有一个汇合。而且，台球手的话，他这个踩板太快了。对。这个板区资源的话不是很好去利用。这边已经要倒，不过咒术师是已经过来了。没错。就看咒师能为队伍争取多久的一个时间了。就感觉佣兵那台密码机真的是修了一整局。这个主球被锁住了，那可以赶紧牵人跑。完了，被关起来了，有点可惜啊。那这个挂飞之后，其实还剩大半台密码机。因为其实咒师他刚才是有飞轮的，他是可以去操作一下的。对。但是可惜没有说去反应的过来，躲掉这个主球的一个推杆嘛。这边过来以后，密码机正好亮掉了。是的。也算是为队伍挽回了一些节奏。这样的话，对于监管者来讲，他可能要去守远端的那一台密码机了。对，现在就剩墓地、红内廷跟中场这3台。是的。而监管者的一个击球点并没有那么多。是的。现在还是，不太富裕的。而且外面的一个状态都比较好，所以说直接闪现把佣兵这边先进入一个倒地状态。是的，这样的话可能能直接去衔接上第2手的一个节奏啊。以上有人之后的话，可以再去管一下红内廷那边，因为那台密码机才刚刚一半。是的。现在可以看到是魔术师在破译，然后可能让咒术师直接贴过来。看一下监管者这边是选择守乙，还是要打一个控场？先去摊一下咒术的刀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密码机就已经是能够压好一个状态。对，而且红内河那条击球线是掉了。对，这样等他过去以后的话，密码机是可以正好亮掉。考虑的直接强开，看一下魔师的扛压，这个反走，哇，还是非常秀的。主要也是你刚刚闪现刚交到佣兵身上嘛，所以说其实现在你这个击倒能力并没有那么强。对，那墓地门破译的其实很快，而佣兵是一个满状态，他其实可以选择硬开。被强吃。这里是可以搏一搏的，门能开，看一下只要不震慑。骗一刀卡住门口中间的这个隘口，但是佣兵有护岸，但是可以放一个主球在这里。是的，好像佣兵是有点走不掉了。骗一刀，应该是就要倒在这里了。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个门开完了，但是过不去嘛。但其实球商现在手里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在，而且这个门是已经开掉的。对，这一局其实对球人来讲，他们是有一个争3的面的，因为魔术师身上这个化险为夷非常关键，而佣兵的话这里还能对。本身离门就比较近嘛，我手里还有个护腕在。只要2个人能够去创造一个给魔术师贴近椅子的机会，那就是有一个3跑的可能。不过目前其实佣兵他那个淘汰进度是撑不到这个挽留结束的。对对对，所以说他们需要一边去吸引监管者的注意力，另外一边来进行一个救人。是的，我还是会有一点难，毕竟这边还是会有一个主球的压力摆。是，感觉咒术的话，看能不能去交喉打断一下这边的一个监管者。哎，救下来了，连空了好几刀，让魔术把人给掏下来了，给一个主球，但是化险为夷的一个时间，这边想把人尽量的抬远。抬到了2楼上，好细节呀！是的，那这个可能想冲地窖啊！我是反手走地窖，对，这边是有地窖的，这个化险为夷时间好像够。东玄这边第2时间反应过来，能捡起来，能。双方真的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啊！差一点点，但凡不是这个2楼放到平地的话，都在秀。说给我开出这个技能，开出2阶，那我的上限还是非常高的。对。所以说，其实有机器的话，一定程度上，如果你追的稍微快一点点嘛，你的存在感拿的会比较多一些。对对对。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我们的选手上面去学习一下怎么样去应对路头，对吧？就比如说，首先有一点，你以为哎我已经逃出升天了，殊不知一下给你夹回来了。没错没错。看宣电的话，其实是选在了机械师的脸上的，那前期的追击会舒服很多，会好一点，因为他们可能是考虑到。
目标还是选择在了街师身上。对，这2天的话也是先往墓地方向去拉点，他应该是在墓地里出生的。他的一个打法是选择先把自己的玩偶留在自己身上了，是一个挡刀的思路。是的。 2个夹子全部封锁住，把你这个墓地直接给你变成一块禁区啊！你里面的人出不去，外面的人也进不来。而且这块板的话，刚刚是下过了，这种空地其实蛮难拿娃去。哎，想要去拿挡刀，但是这边放出来的话，看这个针对刀了，哎呦，打到了娃娃。是的，还是被扛到了，缓了一口气吧。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打到机械身上的话，就非常非常难受。是的，那这边直接上车了，鹿头直接选择跟坐。 2个人只能大眼瞪小眼等一会儿了。但我看到3岁这边应该也只是稍微让一让，优先抢一下密码机。毕竟现在君上天的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就感觉刚才这一刀被娃挡到了，还是比较伤，不然监管者可以坐车落地就把劫持给秒掉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也是让机械把他的一个飞轮给续出来了。对，主要他这样他还可以再放一个娃娃。是。 这边就更好卡位了嘛，就在板间，而且还要被砸一头，还有这个车，哎呦，这相当于糟了3个头了，一个插刀加一个板砸，这样的话车再过来等一把枪。对呀，这人都已经跑不见了。坏了，我街师回家了，一问街师去哪儿？我到墓地了。哎，我一开始就在那儿的。对。那看一下这里的话，也不干扰队友啊，接着往这边的一个双11去。是，而且记者往这一站就是满满的安全感啊。 对啊，不行的话喊记者稍微帮帮忙啊。是，现在闪现的话，要不要选择直接去交，然后利用钩索进行一个终结呢？现在要来找3岁帮忙。直接交，奥飞在这边捏着不敢去交钩了，卡一个板，那直接抓记者吧。主要记者现在这个位置会比较差一点，墓地里面是之前放过陷阱的。而且抓他可以吞化血梅姨。是的，对吧？他肯定是有化血梅姨的。哎，这个奥飞还好，钩子是勾到了。 那这样一勾一刀有闪现的话，应该记者也牵制不了多久。那就还接着往里面去跑，不过其实还有一些机会去卡一下。闪怎么说？交一个夹子把奥飞给骗掉，直接闪现了。对，那这样的一个闪现击倒时间的话，其实外面密码机掉的已经非常多了。3台半。对。而且墓地的一个区域是没有刷这个地下室。对，所以他们也是很清楚这个点啊，所以说刚刚3岁是放心的往这边去转的。主要他2楼下也是已经有很多的一个进度了。对，这样的话，可能对于姜日来讲，他的一个重心就在于怎么样去创造一些手椅，或者说往保平的一个思路上去打。密码机的话，它毕竟路头是很难控住的嘛。是的，看一下这波的一个手椅是非常关键的，这个逃位进度一直在涨。对，这边的有没有一个震慑钩？这个松手还是很快，看起来蛮吓人的。毕竟守门的救人速度还是比较让人安心嘛。是。 这样远程勾下来，不过还是对于球上来讲，就是拖出来这个20秒的一个时间。是的，你看现在这一波等记者再去上挂的时候，密码机的进度真的是能够去压好。而且记者这把是有回光返照在的，所以说看一下他们第2波怎么样去选，让木偶师来会不会好一点？因为他对状态又好嘛，而且不像机械那样没有回光返照不会被针对。而且木偶师他最牛的一点就是他可以吃震慑救人，是吧？他不怕你这样的一个举钩压迫。 你跟他博弈，其实他心里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。就我不博弈啊，我交路易硬掏啊。是的。现在密码机马上压好了，还可以去让剑士贴一个门。他们可以再安排一下。是的。哎，直接去交出诗句。然后要硬掏吗？还要再等一等，再交一波路易。哎，勾歪了。 救下来了，是的，这样第2个勾到记者应该是不敢打，选择等一手冷却，但是直接通电了。对，主要你这样的话，你钩子是在一个 CD 的时间内啊。而且记者的奥飞是比较克制路头的钩子的。对，我下次再找一个板区的话，我可以用奥飞去卡你的钩。没错。轮的话已经是，哎，完了，勾到了吗？直接用奥飞去主动去接，现在的话你进入冷却了。你只能本体去跟，但如果这个时候再击倒的话，外面2边门是管不到了。主要是你不能第一时间去击倒记者的话，门就要开了。对。而且他选择直接往角落带，而且还用走位再扭。是的。 尽可能的去拖你的时间，这样的话，等你挂人，你的钩子又要进冷却。是的，队友已经成功的出门了，完成了一个3跑。哇，第1局的话是由朱雀这边的一个求生，感觉到依旧是给到一个控场的压力吧。是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大副他的作为一个救人位来讲，也会比较危险一点。是的。其实感觉梦之女巫的话，在对手但是他依旧是比较自信的选用了，还是。
希望自己能够去利用女巫创造一个滚雪球多抓的一个节奏。对，主要他的一个熟练度就不用多说了。是的。而且我们也说了，东玄是非常擅长抓鸡。好，看一下他的前期的一个思路吧。毕竟就算要追园丁的话，他毕竟有一个盾嘛。对，要等一等这个时间。是。破船这边正好是个大副。对，先往这边大副这里走一走，看要不要去压迫一下他的一个道具了。直接选择去挂出一个寄生。这样的话，原生信徒跟随本体寄生这边选择拉一个超脱，直接包夹给压力。交出自己的一个低段表，哇！但同学选择直接放狗硬追了，就是一手预判，看能不能空地咬到这个大副，咬到了，非常熟练。他这个梦之女巫就是为你这个大副而选的。来了，直接给一刀，那这样还有一条本体狗在身上，而外面是没有什么先知可以去保护你的。对。到时候这边的一个板子资源都已经用掉了。是的，等信徒去踢板，这个时候再咬到大副，那你这个表也是交不了的。交了还不如不交，还不如省一下。对。就第一局的时候防了一手，你女巫抓大副，结果第二局的时候被迫选大副的时候发现上当了。对，就是只要女巫在外面，我永远是有可能的。对，这就比较尴尬了，因为你这个。比较能救人的一个位置被突破了，你外面只有一个化险为夷了。对，而且园丁这边的话也是被拦的位置比较远啊。对，他还不太好救人。对，有飞轮还行。位置已经被拉得很远了，这波可能需要2个人一起来。我看到古董商也是有过来的。不过这个不幸的慢性是什么？他大副他耐做嘛。对，还是说拖很长时间的。对，换另外一个人来救也能卡慢。再交一个飞轮。这里可能想打一棍，结果被打断了。这边想预判一下走位，直接在放狗了，就是一手不讲道理。主要是摇表大副是，就是放狗没招呀。对的。我这个技能可能应对别的很厉害，但是放狗真的是没办法。这里他摇任他摇，对吧？对啊。我有徐氏者。这边肯定能给你咬到的，而且这边他们是耗费了2个人一起过来救，而且没错，没有化险为夷，他们还要先去驱一下信徒。不管你走位有多秀，我直接放狗咬你啊！对，那还是会有一个同样的问题，就是我会去拦截一下园丁，他的位置还是会比较远，而且古董商这个时候已经是半状态了。对，这个时候肯定是希望园丁能把化险为夷给开出来的嘛。对。但是这一波梦之女巫的拦截还是看到压力，不过他手上应该是可以把这个盾续出来，这个本体放狗，想要去打断这个盾的时间，可以去卡位。不停的去卡位园丁，能来及吗？这个盾要掉了，救不了了，完了，刚刚好。是的，救人的时候被狗的第2口咬断，然后盾掉，直接被击倒，续上第2手节奏，而密码机只有3台。然后外面刚一直是只有7项1个人在修，而且这一波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补充古董状态的。哇，那个熟悉的梦之女巫又回来了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局势其实对于球人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难以去运营的局势。对，因为你在其他人过来就还是会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。对的，又是远端的一波精准拦截，还好是一个降学家层云赶紧飞过来。来的时候要吃一刀，而且以前还会有信徒。是的，配合上狂暴的一个手椅，你得飞轮躲一刀，太把人扯了。但是感觉这个底盘要交了，直接闪现，直接乘胜追击，疯狂压力片飞轮，结果降学家没有交出来。是的。哇，现在的话也是明确的知道古董商的位置，趁热打铁，赶紧过来补上一个继承，奔着4抓来了。现在对于球场来讲，已经是有点慢性死亡了。这个梦之女巫又是谁的一辈子？是啊，这样的话也是直接完成了一波4抓，太强了。回的话，我也是能够去有一个多抓的机会的。且歌剧的话，除去佣兵以外，其他3位他都是很容易去突破掉的。没错。所以说现在又回到了朱雀这边，你是有太多没医生也是可以接受的。是的。我觉得也要看他。好，也是回头，直接奔着小船来了。毕竟这个位置，但是他想有点想去木屋的感觉，想动勘探员，想找一下3岁。对，木屋的一个地形还是比较好去牵制的。看一下板区有一个博弈的机会，直接下板了。我看起来其实思雨的歌剧还是非常丝滑的。是的。防了一下回速，这样的话一个弹把弹到了地下室，点位来了。这样的话再骗回速，再翻进来，3岁这边这个词典教的非常好。是的，
哇，一上来就搞这么秀吗？这边的话好像有点没办法，而且他要尽量拉走木屋，因为那边是个地下室。对，毕竟勘探员他前期只有1块磁铁，所以他这个牵制压力还是比较大的。是的，主要还是对于思雨来讲，后面这个闪现一好嘛，可能就是有一个终结能力了。哎，甚至于说有没有机会在海边这边直接去拿到刀，看一下能不能博弈到吧。啊，对于三星来讲，赶紧转到下一块板，不然会这个小短板的博弈，看一下能不能骗到。交一个磁铁，哎呀，可惜被弹开了。再交一个回溯，有飞轮，但是这个飞轮没有被吓出来。闪现也躲了吗？飞轮躲掉了，再把这个拍掉。3岁，他扛住了这波压力，转到海边下一个板区。我的天，这个人能力！是的，那这个牵制时间就拉起来了。哇，再骗刀，还能翻，跟歌剧经典的一个短板博弈，再来了那个熟悉的味道。不是说歌剧出手很快吗？今天哇，再来。哎呦，还好，这刀终于是拿到了。对，但是时间的话已经是来到了1分半啊。歌剧其实真的就很怕你这种短板区的博弈，因为它虽然说刀快，但刀很短，很容易空掉。而且它的后摇甚至刚好能足够你去翻一个板子。也是看一下第一波的一个救援啊，主要这把的话只有一个化险为在外面，玉林的话在船上。主要是他们现在是走1局太富裕了，他们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，对吧？我正常去开一波圈。外面再调整一波状态去保平，去走1就可以了。是的，我是不需要去把这个勘探员保活的。哎，这个护岸没有弹好，应该还是能先救。但是有双倒的机会，要不然打到佣兵能打吗？我勘探员帮他扛了，很细节呀，这一波强行去保住佣兵的状态。对，这边还是想追一下，可能要逼个护岸。护岸弹走。对，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再逼了。是的，因为这波如果说给到一个双倒的话，你第2波救人是有一个打拦截的机会的。对。那如果说这个佣兵活了，在外面他直接喝一口酒，或者说医生摸满状态，他等下带护岸救人，你还是没有太多的机会。是的。那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双倒的一个结果嘛，佣兵还是会满状态过来救一波。是的，是的。现在的话，求生的一个优势还是会比较大。对，看看我们监管者能不能在中期去找到一波节奏吧。现在对于他们来讲，就是救下来以后也不管勘探员了，然后自己去补一下大船的密码机。没错，看看自己能溜多久是多久。吃一刀，这边交换过来，但是椅子面前是没有一个残影的。那逼得比较靠外啊，好像想要进行一个挡刀，再去拖些时间。那大船这台密码机其实让队友补的话会比较花费时间啊。哎，还是极限距离的一个震慑。是。不过好在佣兵还是没吃刀的一个状态，他们可能也就是看一下能不能尽量帮你拖一点时间。对，现在可能有的一个伏笔就是后期你佣兵身上的道具是打空的，对吧？那可能对于监管者来讲，我还是有一个打后期拉扯，然后去找机会的一个点。那对于思雨来讲，他还是想优先去管一下船上啊，但船上这台进度实在是太多了。对，已经亮了，这个时候再来抓佣兵，外面密码机也是快压好了。对，这样他能吃一个坚强刀嘛？对，这个时间的话也那还是能够亮的。对，刚好够了。而且亮了以后的话呢，2个人各自贴一个门就可以。对，2个人一边，你就有点管不过来了。而且佣兵第一时还没有倒，前面都还能再玩点上这个板区。能够牵制的这个长板区还是会让歌剧。哎呦，很有压力啊！再骗还好是击倒了。那2个门都在点，你怎么去管？传小门的话，大门就管不了；传大门，小门就管不了。是的，很尴尬。他只能走大门秒，然后再传小门。那这样时间有点来不及。包括说佣兵你没挂嘛，不管他的话，他自愈也是能走的。是的，是的，3人的一个后期看不上还是比较难拉扯。是的。这样的话，有机会去争一个3抓吧。主要金浩天这边手里也是有飞轮的，所以说他理论上是有一些撑。哎，一生一个飞轮，很秀。啊，这样的话，佣兵的自愈是完全能够拖起来。对的，这佣兵已经摸到90了，而医生你得先挂吧？医生那个摸得更快呀。不过他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，这个速度的话还会好一点。但你看他刚走，前脚刚走已经摸到45了，我这没见慢到哪儿去。还是很快，还是是的，是的。因为他肯定要带医者什么的嘛。对。这个回溯交了，其实我觉得对佣兵来讲，你可以直接往小门去冲了。这样的话，医生还极限起来，我还要拖你时间。2波先机还好。对，至少不让你直接签嘛，这样你已经是不太能管得到佣兵那边了。就其实他们2个人都无所谓，只要另外一边那个人，对吧？只要调酒，我就是坚定的站在门口，我不管你们。对，我随时准备出门，我只要自己走了，那我就能稳定的拿下一个胜利啊。是的。现在的话，虽然说很紧迫、很急切，但是这个佣兵可能还是有点留不住了。是的。还在门口喝口酒，是再保一个满状态出门，这样也是应该是拿到一个平局。医生也没有自愈了嘛，这样的话也是让我们恭喜朱雀。
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，可以继续走下去了。是的，非常不容易啊！感觉朱雀也是今天在生死关头嘛，把自己之前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去找回来了。对。